姐姐，姐姐，你醒醒啊！娘亲走了，你不能再出事啊！姐姐，别躺在地上装干，你娘是去过好日了，你们追上去拖她后腿啊！诗华我带走了，你赶紧给我爬起来，滚回青牛村去！我不要！姐姐，你快醒醒，舅舅卖了娘，又要卖我了。这是哪里？我不是坐在公交车上打瞌睡吗？怎么还变成了一个小萝莉？原主和她名字一样，也叫柳风喜，家住扶阳城青牛村，父亲柳有志是个秀才，娶了城中大户汪家之女汪素云，生了2女1子，小儿子今年还不满3岁。1月前因事进城，却遭遇山石倒废意外，被人发现时已经嘎了。就在汪素云带着3个儿女成天以泪洗面之时，汪素云的兄长汪全才找上门来，说是重新给汪素云找了个好人家，逼汪素云改嫁。汪素云本就是软弱性子，又早受够了在柳家吃苦，一听兄长的蛊惑，竟真的丢下3个年幼的儿女，随兄长走了。汪全才，你不怕遭天谴吗？汪家也是大户人家，你怎么能做出卖寡妇妹妹这样的事？乱说什么！我是送你娘去过好日子，你也不看看你们柳家，连一顿白米饭都吃不上。我不忍心你娘吃苦，才将你娘再嫁的。臭丫头，再敢乱说，我撕烂你的嘴！你们2个过去，风喜，拿着这袋钱回去给你爷爷，诗华舅舅就带回城了。以后咱们还是亲戚，娘亲就大，舅舅也不会不管你们。我呸！还舅舅？有你这样的舅舅吗？我爹尸骨未寒，你就将我娘改嫁，让我3姐弟沦为孤儿。如今还想抢走我妹妹，还想让我认你这个舅舅。扶阳河就在这，你去照照你还有脸没有？我柳风喜今日对我柳家列祖列宗发誓，从今以后与你汪家断绝关系。放开我妹妹！放开我！姐姐救我！这要真让她把妹妹带走了，只怕就要不回来了。以爷爷奶奶重男轻女的思想，说不定觉得舅舅带走妹妹，家里还省口粮食呢。不行，一定要拦住他。就在这时，路上传来一阵驴叫声。柳风喜一看，正是本村的李老头赶驴车从城里回来。李爷爷救命啊！这里有人要抢走我妹妹。风喜丫头，谁敢抢人啊？诗华丫头呢？紧接着车上下来2个坐车的青牛村村民，全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风喜情况。误会，我是他俩的亲娘舅，不是坏人。这孩子舍不得妹妹跟我享福，情急乱说的。叔叔爷爷们，你们千万别听这个狼心狗肺的人胡说。他是我舅舅不假，但他不顾我爹才死，就把我娘卖了。这会又想卖我妹妹，我不干，他便直接抓人。李爷爷，我不想去他家，他想卖了我，你们快救救我！山村之人本就不懂急躁，本来这汪素云才死了男人就改嫁，大家都说汪家人不地道。再听柳风喜一说，才知道竟然是汪全才卖了寡妇妹，个个都义愤填膺起来。你们城里人就是心黑，寡妇妹妹卖了，这还想卖外甥女？汪家父我们管不着，这柳丫头是我青牛村的人，想抢走，看我们答不答应。汪全才素来欺弱怕硬，这一看村民凶狠，况且这里离青牛村又近，怕万一闹起来自己走不脱，当机立断把柳诗华往前一放。算了，毛丫头不懂事，不跟舅舅去享福，就去你那穷山沟一辈子在土地刨食吧。别再踏进青牛村一步，否则我青牛村要你有来无回。你给我等着，臭丫头！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柳风喜以前见了面连大气也不敢出，今天还敢骂人了。多谢各位叔叔爷爷相救，否则今天诗华定被他抢了去。应该的，一个村的哪里用得着说谢？想不到这汪家人这么恶毒。风喜丫头回去和你爷爷说，以后再别与他家来往了。我和妹妹想去码头追娘，偷偷跑出来的，爷爷奶奶并不知道。想不到发生这样的事，要是奶奶知道了，肯定会打我们的。叔叔爷爷能不能不要将这件事告诉给他们？还有大伯娘，她肯定会打诗华的。众人一听，立即倒会帮2姐妹保密，又叹这柳家3姐弟实在可怜，爹死娘改嫁不说，偏偏家里还有个尖酸毒辣的大伯娘。这以后3姐弟有苦日子过了。李老头又好心的让他俩坐驴车回村。就这样，2姐妹追娘之旅，不光连娘的面都没见到，还差点让舅舅把妹妹抢走。更重要的是，真正的柳风喜却嘎在了寻找娘亲的路上。柳风喜，你放心去吧，你的弟妹以后由我来守护，我会像亲姐姐一样爱护她们，护她们平安长大。话说完，
突然感觉心中一阵轻松，看来那股留在身上属于原主的执念已经完全消失了。别人穿越不是公主就是郡主，而我穿到这个苦命娃身上，爹喜娘离家，奶奶还重男轻女。续接上集，告别李老佛他们，柳熙风跟妹妹来到村头爷爷家。你们两个喜丫头还回来做什么？怎么不跟你娘去？今晚涛儿跟我睡，你们俩回你家。哼！行了，王家父无德，跟我柳家女有什么关系？以后不许再骂两个丫头，王家人就当她喜了。今晚两个丫头就睡小偏房，有事明天再说。很晚了，都散了吧。夜晚，柳熙风一面忍受着难闻的被褥，一面细细回忆原主的记忆。穿越就穿越吧，不是公主郡主也就算了，怎么会把我穿到这个苦命娃身上？爹喜娘离，奶奶不爱，婆娘不疼，家里还穷得连一张闲床都没有。姐姐，你是不是也饿了？妹妹，你睡会，姐姐去厨房找找看有没有吃的。不要啊，姐姐，明天奶奶发现会骂人的。没事，我就去看看，你别乱动。唉，估计吃食全被奶奶收到她房间了，可是妹妹还等着我呢。不行，我得溜到奶奶房间看看。怎么了，西风，你也起夜了？这人是大伯刘有勇，老好人一个，就是耳根子软。是啊，我忘了，我睡侧屋。你和诗华没吃晚饭吧？你奶奶忙，估计忘了给你们留饭，你等着，大伯给你拿吃的。给拿着，红薯有点凉了，去和诗华填填肚子，明早再喝粥。谢谢大伯。你这孩子还说谢了，大伯明早要进城做工，你是大姐，在家帮奶奶照顾好弟妹，等大伯回来给你买糕点。好的，我知道了，大伯。你打小就聪明，这你爹娘不在了，我们这些长辈再好也比不过亲爹娘，以后你眼睛放亮点，别让诗华和云涛在村子被欺负了。柳熙风一个劲的点头。今天见识到无情的母亲，狠毒的舅舅，只会骂人的奶奶和大伯娘，却会在大伯这里得到点亲情的温暖。两个喜丫头，快起来！诗华来烧火，西风去挑水，以后再也别想睡到太阳晒到屁股，都给我勤快些。娘，西风哪里挑得动水呀？我去挑，西风打扫院子。挑不动一桶，就挑半桶。今天你回城，以后这挑水的活就得他来干。刘有勇也不顶嘴，直接挑着桶出门了。柳熙风赶紧拿起比他还高的竹扫，打扫院子。姐姐，我要娘亲。小弟乖，别叫娘，奶奶听了又要生气。娘亲很快就会回来的，到时候还给你带果子吃。直到吃完早饭，云涛也没有吵着要娘亲。风息和我去地里，诗华和大伯娘在家做午饭。风息给诗华匆匆交代了一声，就跟着爷爷奶奶出了村子，走了许久才来到自家的红薯地，还要2个月才收成。如今做就是铲草和剪去多余红薯叶。风息全程不说话，默默低头干活，这一干就干到中午，爷爷才喊着准备回家吃午饭。好不容易回到家，眼前的一切却让他怒火中烧。两个小扫帚星，让你们留在家里吃白饭就算了，还敢欺负我家长英，跟你娘一样，信不信我一脚让你去见你爹？哟呵，这是生气了，你再生气又能怎么样？凭你们这3姐弟，我还不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大伯娘，这世上有你这样的长辈吗？孩子小不懂事打闹也就算了，你是大人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还有你这个老登，诗华和云涛不是你亲孙子孙女不成？他俩被打成这样，你装作没看见吗？你这个喜丫头还敢踢东西！你带伯娘打诗华怎么了？他是长辈，教养你们是应该的。哈哈哈！哎呦，风息跟你爹读了2天书，都会教训人了。世上连你那样的娘都有，我这样的长辈跟你娘比起来算什么？听见你奶奶说的没有？大伯娘是为你们好才教训你们，以后给我乖点，要不然看我不打死你们这几个小崽子！柳风息盯着戴伯娘想破口大骂，想去屋子大闹一场，低头看着弱小的弟弟妹妹，只能默默地将这口气咽下去。我要是一直干田地活，弟弟妹妹就得留在家里由大伯娘照看。照现在这情势，弟弟妹妹估计还要挨打挨骂，看来必须离开这个家才行。诗华，你知道咱们家里还有没有粮食？床下面的坛子里有米，
吃娘放的，奶奶没找到。那我们回家去住好不好？白天我请太姥姥看你和弟弟姐姐去干活，晚上咱们3个一起睡，你怕不怕？我不怕，我要回家。大伯娘打得我好痛。柳风熙心痛的一抽一抽的，背起一大筐红薯叶，就带着弟弟妹妹往自己家走。这红薯叶是我辛苦摘的，背走自己吃应该不过分吧？喜丫头，你想干什么？快给我回来！我们回家去住，留在这里等待伯娘打喜不成？续接上集，3姐弟回到家就盘点家里的粮食，半坛子糙米，1小坛猪油，50文钱1对银耳环，1对赤铜簪子。这些东西是娘亲留的，千万别跟别人说。爷爷，我们不跟你走。才一上午，大伯娘就将云涛和诗华打成这样，这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们3姐弟若一直与大伯娘住一起，早晚有一天会被打死的。什么喜不喜，都是老刘家的孩子，爷爷还真能让他一直打你们不成？爷爷自然爱护我们，可我白日要在田地干活，诗华和云涛日日在家与他一起，他随打随骂着，我们能怎么办？爷爷，弟弟尸骨未寒，娘又离家，本以为靠着爷爷能平安长大，可家里有个恶婆娘，这让我们3个怎么活啊？你伯娘如今有孕，脾气躁了些，等生了孩子也就好了。你们3个年纪小，怎么能自己住？随爷爷回去，奶奶还等你们吃饭呢。这是爷爷第一次对他们这么温柔的说话，以前都是吼来吼去。爷爷，我家的10几亩田地是您收着的吗？大丫头，你想做甚？这田是要留给你弟弟的，以后他还要靠这10几亩田娶媳妇呢。爷爷不要担心，我这身板也种不了田，还能问爷爷要回来不成？田现在由爷爷种，我3姐弟的口粮总该爷爷负责吧？以前父亲租给别人，每年不光有口粮，还有富裕的，能换些银子回来。如今爷爷挣着富裕的，孙女也不要了，只求爷爷每年能给些口粮，就让我3姐弟在家自主自食，不必再去跟爷爷奶奶还有戴伯娘一个锅吃饭了。你这是什么话？我还让你们恶喜不成？我已经说过你大伯娘了，以后她不会再打你们，现在给我回去。爷爷，我们3个在家里能住，实在不行，白日我请太姥姥来。我们现在回去，大伯娘又要添气，还给奶奶添麻烦，不如您就让我们在家住一段时间，等大伯娘生了孩子满了月，那时农活忙了，我们再回去帮忙。既然大孙女有主意，不愿回去就不回去吧。你们家里还有多少米？爷爷，我们还有半坛糙米，够吃几天稀饭，就是柴不多了。那一会我让你奶奶送些红薯，柴晚上我给你送来。你们不想回去，就先在家住着，等你大伯娘生了，一定要回爷爷家住。你们3个小娃娃要是有个什么事，该怎么办？有事不是还有爷爷吗？离爷爷才几户人家，我在门口扯着嗓子喊爷爷就听得到，爷爷放心吧。柳爷爷听风熙这么说，转身就走了。奶奶提着一筐红薯可一小罐盐，气呼呼的来了。风熙也不与他多说，接过东西就准备做饭。2个喜丫头，饿嘎也就算了，敢饿着我孙子，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云涛跟奶奶走，奶奶煮鸡蛋给你吃。不，奶奶，我怕大伯娘，我怕长英哥，我不去你家。好，咱们不去。奶奶，你看弟弟都吓着了，你先回去吧。奶奶咒骂几声就走了。此时已经过午，3姐弟早饿得前胸贴后背。柳风熙很快就做了一锅菜粥，他们大口大口喝着。慢点喝，长英不在，没人跟你抢。哈哈哈，不许长英哥来咱们家，他打云涛，抢云涛的东西。好，不许他来，也不许戴伯娘来。姐姐，我吃饱了，这一点姐姐替我喝了吧。柳风熙觉得心里暖暖，前世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却从来没有人像妹妹这样省一口粥给自己，还有将粥推到妹妹面前。诗华，你快喝了，姐姐在地干活，偷吃了一个红薯。诗华见风熙态度坚定，立即将粥喝完。随后3姐弟开始收拾家里，妹妹扫院子，风熙将屋里家具都擦一遍。小云涛干不了什么活，就跟着2姐在院子里。很快就黄昏了，爷爷还没送柴来，风熙便将中午埋的红薯扒出来，一人吃了2个红薯。明天姐姐去山上逮野鸡和兔子，晚上咱吃肉。哇，我也要去，我给姐姐背框框。
不行，云涛和二姐看家，别让常莹来家里捣乱。他要敢来，云涛打他。很快太阳完全落山，她们三姐弟今天确实累了，不一会就睡着了。柳爷爷来时，在窗前站了一会，听到三姐弟均匀的呼吸声，便将一捆柴放到厨房外面，悄无声息地回去。半夜时分，柳凤熙听到诗华响声的声音。怎么了，诗华？哪里痛？姐姐，我肚子疼，又热又痛。妹妹，忍着点，姐姐给你揉一揉。明天我找太姥姥要个鸡蛋给你敷敷。姐姐，我好点了，你快睡吧。早上不知道奶奶会不会又来，叫你去田里。好的，你也快睡吧。看妹妹睡着，柳凤熙松了口气。当她看柳云涛，却吓了一跳。天哪，云涛怎么发烧了？诗华，弟弟发烧了，你快穿好衣服去叫爷爷，我来打水给他擦身。姐姐，外面好黑，我害怕，不敢去叫爷爷。是姐姐的错，忘了现在是半夜。那诗华来给弟弟擦身子，你在家里不要怕，姐姐一会就把爷爷叫来了。姐姐，我会擦，以前弟弟生病，娘就教我擦过。姐姐快去吧。爷爷快起来，我弟弟发高烧了。怎么回事？中午不是还好好的吗？我也不知道，睡前还好好的，半夜就烧起来了。做喜的喜丫头，我带云涛，你还不让？现在病了吧？云涛有个好歹，我打喜你。柳凤熙理也不理奶奶，拉着爷爷的手快速跑回家。云涛烧得太高了，牛筋草和藿香都不中用了。天亮我借李老头的驴车送到城里看大夫。娘亲，我害怕，我要抱抱。云涛乖，云涛别怕，明天姐姐带你进城去玩。古代生病全靠撑，孩子的夭折率高得惊人，多少孩童发个烧拉个肚子都能要了命。弟弟烧得这么高，他能撑到天亮进城吗？万一烧坏脑子怎么办？对了，酒精擦身体有退烧的作用。爷爷，你有酒吗？用酒擦退烧效果更好。咱们家里哪里会有酒啊？娘，我要娘。弟弟别怕，姐姐在，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村长家应该有酒，我去借点来。经过风息拍打爷爷门，再到爷爷拍打村长门，满村的人都被吵醒了。爷爷带来了酒，也带来了村长和许多村民。爷爷，你来摸摸弟弟是不是退烧了？是没那么烫了，先让他睡一觉，明日要是烧全退了，我就煎药给他吃，要是还烧，就送城里看大夫。多谢村长爷爷给的酒，救了我弟弟，大恩大德，风息永记于心。哈哈哈，读了书的孩子就是会说话一点，酒水而已，哪里就指你们两个丫头行这么大的力。我早就说过，这柳大丫就是个灾星。打她出生，我家二叔的日子是过得一天不如一天。他一长大就克喜了爹，克离了娘，现在还要来克家里唯一的男丁。你们说说，他不是灾星是什么？也是，当年刘老二都有才能，小年纪都考中秀才，这一层亲生子连个举人都考不回来了。要我说，都枉是那样子，那女儿又能好到哪里去？可不是吗？我当初嫁过来就看出来，这姓汪的骨子里就是个妲己，仗着自己是城里人，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的。你们再看风息那丫头，跟她娘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平时又懒又无理，我这大伯娘说两句，她就用那喜人眼瞪着。大伯娘坏，大伯娘乱说。哼，你才是天下最坏的妇人，还有脸在这里编排。大叔大婶都看看我妹妹的脸。上午我和爷爷奶奶到地里，这毒妇在家看3个孩子，中午回去一看，她把诗华打成这样，可怜的诗华睡觉都痛得睡不着。还有我弟弟是怎么病的？你这大伯娘又打又骂，把我可怜的小弟的魂都吓丢了。怪不得我稍午听到你们家孩子哭得凄惨，还以为是跌倒了，原来是你打的呀。那底喜娘离家的3个孩子本都苦命，你的大伯娘不照顾也就算了，打骂还那么刻薄，还编排人家姑娘，你那心还真是像刘风熙说的毒得很啊。你这乱嚼乱说的喜丫头，我什么时候打骂云涛了？你照顾不好还怪到我身上，就你这样说长辈，你不是灾星是什么？这个大伯娘实在难缠，若是能一举让她再不登门就好了。嘿嘿，有了。
爹是你来了吗？你来看云涛了吗？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照顾好弟弟妹妹，你安心去吧。施华不明所以，但还是学着姐姐。爹，你安心去吧，施华会看好弟弟的。都说王喜的人怨气重，这刘老二年纪轻轻，又是文人，这般往昔肯定丢不下3个孩子，不舍得走也是应该的呀。喜老登，我再给你最后一击，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踏进我家半步。爹，你别去吓大伯娘，她其实是爱护我们的，不过是嘴碎了些，还没那么坏，她还怀着身孕，你别到后面吓她。二叔别找我，我再也不打施华和云涛了，你别跟着我。村民们也被吓住了，好像这院子真的有阿飘一样，都快速走了。姐姐，你真看到爹了吗？我怎么没看到？我吓大伯娘的。好了，施华去睡，风息把你弟弟衣服穿好，我去李老头家借车，咱们现在就进城。姐姐，我不睡觉，我跟你们一同进城。山路风大，你要是再被吹病了，姐姐怎么照顾你们2个？你要是不想睡觉，就看家煮点红薯吃。爷爷，你拉车，我在后面推。傻丫头，你也坐上去。云涛醒了，要人怎么办？就你们2个，爷爷拉得动。爷爷，我在后面看着，弟弟醒了，我再上去。烧都退了，还进城干什么？家里哪有钱给他抓药看大夫？回去捂一捂。老头子，你去煮点牛筋草给他喝一喝就好了。我爸爸肯定是奶奶充话费送的，孙子生病竟然拦着不让看大夫，还随便煮点草药就能好。你给我滚回去！孩子发烧不是小事，耽误不得。家里就那几个银子，还要留给大方请产婆，你拿去给云涛抓药，大方生产怎么办？他生产还要2个月，到时候游泳回来就有银子了。我命苦啊！不要脸的汪家妇，丢下3个孩子还把银子都带走了。喜老头子，你还倔，让我怎么活呀？奶奶，我们不用你的银子，我娘留了银子。你个喜丫头，你娘留了银子你不给奶奶，还自个拿着，你想干什么？我要是拿给奶奶，弟弟生病，你舍得拿出来用吗？奶奶一时无言，灰溜溜的走了。风息丫头，我们走。爷爷拉着驴车，风息在后面推，生病的孙子躺在车上。3个人就这样沿着崎岖的山路一步步往城里去。此乃风寒之症，初秋小儿最宜生这种。他烧多久了？半夜开始烧的，擦了酒水退了烧，但路上又烧起来了。来得及时，问题不大。不过这小儿风寒一定要治彻底了，万一留下病根，后面就麻烦了。我先给他扎1次针，再开5天的药。大夫，5天的药，这得多少个钱？我这留神针，扎1次针就得1两银子，再加上药，你说的多少银子？风息，你娘留了多少银子？没有多少，只有50个铜板，2对首饰。去，这点钱还看什么大夫？直接去山林找药自己接了吃算了。大夫，我爹才过世，家里实在没银子，您就发慈悲给我弟弟看看吧。要不这样，我们不要药，您只把药方给我们，我爷爷会采药，我们回去自己配来吃。刘大夫的药方比药贵，你还真打得好算盘。我们是开医馆，又不是开善堂的，没银子赶紧走，别在这里耽误别人。大夫，求求您了，我弟弟又在发烧，您发善心给他治吧。大夫，要钱全当我们先欠着，等我攒够了钱一定还你。刘大夫，我儿早喜只留下这一点子血脉，求求你治孩子吧。柳风息额头磕得红肿起来，只用那无比悲痛的眼神看着刘大夫。你们的这点银子给他扎针都不够，不过你们这么远来，孩子就实在病得重，我看着他病下去，作为大夫我实在心痛。今日我就给这孩子治了，但是这药钱你们也不能少。这小姑娘还算伶俐，不如让这小姑娘给我切3个月的药，算药费，你们看怎么样？刘大夫，这孩子能给您解药是他的福气，风息快谢谢刘大夫。如果我留在这里3个月，弟弟妹妹就得去爷爷家住，万一大伯娘再打他们怎么办？可是若直接拒绝刘大夫，一气之下不给弟弟治了，就更麻烦。刘大夫，那个半枝莲您这收吗？多少个钱1斤？这个最便宜
2个大钱1斤，你要想拿它来抵药费，恐怕要几百斤才行。刘大夫，不是我不愿意给您切药，只是家中还有幼小的妹妹要照顾，不如我给您采药。我爷爷认识草药，大夫您需要什么草药告诉我，我保证都给您采来。风息别胡说，乖乖给大夫切药。丫头，这个你可认识？这是车前草，我们村溪水边就有。好吧，我们先算好，你们这里只有550个铜板，就这2对首饰，最多也就换100个大钱，这加起来共650个铜板。我这扎1针，再加上开5天的药，最少得2两银子，也就是1900个大钱。你算算还差我多少？还差1250个大钱。还是个读过书的孩子，心算不错。我那早喜的儿子是个秀才。这样吧，那以后每3天给我送1次药，不拘什么草药，我按市价给你算，什么时候抵完这1250个铜板，什么时候咱们两清。回去的路上，爷爷依旧埋头拉车，全程不说话。风息知道他在担心那1000多个大钱的债，但也没法安慰他。爷爷，这事不要告诉奶奶和大伯娘了，你悄悄把采药的法子交给我，我来采，然后坐李爷爷的驴车送进城。奶奶若知道了，肯定又会骂我们的。这是给云涛吃的，你们2个丫头可不许偷嘴。今天晚上诗华去跟我睡，你姐好照顾你弟弟。姐姐，我可以一个人在小船上睡，我不想跟太姥姥睡。诗华乖，先去和太姥姥睡几天，等弟弟好了，姐姐接你回来。怎么了，诗华？太姥姥骂你了？太姥姥说我睡觉不安稳，我一动她就踢我。早上她腿痛，说是我半夜冻着她被子，就掐我手臂。姐，我会一个人睡在小船上，保证不吵你照顾弟弟。你别让我去太姥姥家了好不好？太姥姥也爱打人，咱们别去她家。好，以后咱不去了，咱们就在家里，哪也不去了。姐姐等会吃完早饭，我跟你一起去采草药。好，等会我们3个一起采。很快就到了与刘大夫约定送药的时间，柳风息独自一人背着大筐子去城里送药。你这9重楼药不错，这个比半支莲贵些，3文1斤，你这里是18斤54文。秦三哥哥，能不能记40文的账？我想拿14文买些吃食，家里没米下锅了。哪有你这样的，让你拿药抵债，已经是刘大夫心善了，你还要从这里拿钱回去，不行不行。实在是家中没粮了，弟弟妹妹已经吃了2天的红薯叶，你也知道我弟弟还没好，这没米吃，再饿坏了，不是坏了刘大夫的救治之情吗？秦三就给他14文钱，把我们急缺的要告诉他，看看能不能采来。刘大夫，您还是改行开善堂吧。秦三哥哥，能不能告诉我一些名贵的药材？靠这些还账，只怕要还上许久。这名贵的草药都在深山老林，凭你这小身板去哪找啊？灵芝、人参、紫乌藤，你随便挖一个过来，你这债就抵了。柳风息跟刘大夫道了声谢，便离开了医馆。他没买糙米，而是买了2斤粗米，1斤粗面，共花了6文钱，又花4文钱买了4个肉饼。回到家，太姥姥正坐在院子中大声呵斥着：诗华煮饭，云涛包草。这么晚才回来，我鸡也没喂，菜园也没浇水，下次别叫我来了。太姥姥，你今天辛苦了，这是风息孝敬你的。我们进屋吃饼。你这死丫头，进一趟城还花这个钱，有钱不存起来买什么饼？小心我告诉你奶奶打你。太姥姥可冤枉我了，我这家里哪里还能翻出一个买饼的钱？这是人家刘大夫看我可怜，吃早饭的时候多了几个就送我吃了。真嘟假嘟，我还是拿回家切了煮饼汤吃。你妹妹煮了稀饭，你快再去喝1碗。我除草的时候顺便摘的车前草，已经个送9重楼，刘大夫可有说什么？算了什么价钱？
爷爷，刘大夫说草药很好，让我后天多送些大青根过去。爷爷，这块饼是你的，快就着热水吃了。我拿回去午饭时吃。哼，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想拿回去给长英吃？爷爷就在这里吃了，不吃完不许走。爷爷吃，好香的肉肉。行了，行了，我就在这吃。爷爷，刘大夫说，若是人参灵芝这类药材，只一个就能抵了债。咱们这青牛山里可有这些药材？人参灵芝都是有灵气的宝物，哪里是我们能摘到的？你别打进深山的主意。当年我爷爷就是想摆个人参娃娃，最后掉山下摔嘎了。你就给我老老实实摘9重楼，挖大青根，债慢慢还。赶进深山，我先打断你的腿。爷爷，看你说的，我就这一问，不让去我就不去呗。爷爷，人参吃小孩吗？哈哈哈，人参长大了就成了精，变成穿红肚兜的小娃娃，漫山遍野的跑，所以大家都把人参叫做人参娃娃。要是遇到了，别说是带到，就是扯根头发也能拿药店换许多钱。这人生长在山里，跟萝卜差不多，哪里会变成娃娃到处跑呀？爷爷吃了饼就走了，施华悄悄拿出半块肉饼递给风息。这不就是施华刚才切的那一半？这个妹妹也太暖心了吧，什么时候都想着我呀。姐姐真在城里吃过了，这半块你吃了吧。我听到姐姐肚子叫了，你肯定没吃，我再喝碗粥就饱了。姐姐吃，下次云头也给大姐留。你就算了，你多吃点，比姐姐自己吃还高兴。三姐弟吃完午饭，柳风息就去家附近摘草药。我勒个豆！唉，采了半个下午，一筐也没满。家附近的草药到底没有田野里多，算了，还是去砍点细竹子，看看能不能抓到鱼。姐姐，这个是干什么的？这个是抓鱼的，把它挡在溪口固定，就能挡住小鱼。一会再去太姥姥家看看有没有鸡爪，咱再用它去抓野鸡。今天要是有收获，晚上咱就有肉吃了。姐姐，我去太姥姥家要鸡爪。施华要救的，没有就算了，别招他骂你。姐弟两人往家后面不远的小溪走，却遇到从地里回来的奶奶，二话没说就对着姐弟二人开骂。你个死丫头，不去地里帮忙，不去摘药，还在这闲逛完给我去地里，再让我看到你在村里闲逛，看我扎不扎你。姐姐没玩，姐姐是去抓鱼。哈哈哈，就你们那两个破竹笼子也想抓鱼，你这不是玩是什么？爷爷都说了，我不用再去地里。奶奶，我真不是去玩，你要不信，等我抓到鱼送2条给你，总行了吧？切，吃你的鱼，等这河干枯了，估计你也抓不到。别带云涛玩水，要是再病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你也跟着你姐姐胡闹，没事就来奶家烧火，一个两个不懂事的臭丫头。听见奶奶口吐芬芳，施华立即跑开，奶奶又骂了2句才走。我们不理他，等姐姐抓到鱼，他就知道错怪咱们了。姐弟三人来到小溪边水流平缓的地方，一条鱼都没看到。他们沿着小溪继续往上走，找到一处水中山势较多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样的地方最易聚鱼。风息将鱼笼摆好，再用石头固定。好了，咱们去旁边等着，过一会来看，应该就有鱼了。姐姐，我们就在这里等，走远了有人拿了鱼笼怎么办？妹妹说的对，那咱们往上走，把能聚鱼的石头都翻翻，这样鱼都往下游，就进了咱的鱼笼。这溪水真冷啊，踩下脚就冷得我直哆嗦。姐姐快上来，有蛇，有蛇！施华，蛇呢？在哪里？吓死宝宝了！姐姐在那里。哇！我勒个豆！那不是蛇，是黄鳝，这么粗的黄鳝，晚上能煮好大锅黄鳝汤。好了好了，它已经洗了，你们再砸都该烂了。姐姐，你真厉害！柳风息对今天的收获十分满意。三姐弟回到家，
施华立即开始烧火。风息收拾黄鳝，很快一锅色香味俱全的黄鳝汤就做好。锅盖还没掀起来，施华和云涛已经吸溜好几次口水。施华、云涛，你们一起给太姥姥送一碗，跟她说鸡爪还要借用，这一碗送去给奶奶。姐姐给太姥姥也就算了，给奶奶干什么？她肯定给长英和大伯娘吃，爷爷都吃不到。不管怎么样，爷爷奶奶还是要孝敬的。你看上次云涛生病，爷爷多担心啊。姐姐以后要经常外出，有爷爷时常来看看你们，我也放心。三姐弟在厨房正说着，柳爷爷又送药草来了。风息丫头在煮什么呢？这么香。爷爷，我今天在后溪抓了一条黄鳝，说让施华给爷爷送一碗呢。正好爷爷你来了，就直接端回去吧。哈哈哈，丫头，你们三姐弟有心了，这次怎么不让爷爷在这吃呢？我就是让爷爷在这吃，你也吃得不安心呀，还是端回去和奶奶一同吃吧。哈哈哈！爷爷乐呵呵地端着黄鳝汤走了。不多时，施华从太姥姥家回来。姐姐，今天太姥姥没打我，给我2个鸡蛋吃，还夸我了呢。今天的午饭，三姐弟是敞开肚皮吃的，半锅黄鳝汤都被他们吃个精光。姐姐，我好久没吃这么饱了，上次吃饱还是爹活着的时候呢。云涛也是，好饱啊，想睡觉了。云涛乖，现在不能睡，刚吃完饭，不活动很容易积食。陪姐一起把鱼笼还下到那里，晚上咱再去取，说不定还有鱼。明天中午你就把鱼煮了，姐要是回来晚了，你就和太姥姥弟弟先吃，给姐留碗汤就成了。只要太姥姥不打我，我就煮给她吃。柳风息一大早就再次进城，就轻车熟路多了。风息将大青根洗了一遍才晒的，秦三很满意，给他按4文1斤，一共22斤。风息仍是只抵了70文的债，换了18文，悄悄给了秦三2文，十分欢喜出了医馆，买了2斤粗米和4个肉包子。唉，家里缺的东西实在太多，我这几文钱根本买不了什么。照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顿顿吃上肉？看来还是要去深山挖名贵药材才行。小姑娘，你是青牛村的不？你家里老头的驴车被人雇去了，你要是等他，就得等下午那一趟了。弟弟妹妹还在家等我吃午饭，万一回去晚了，他们肯定担心。老爷爷，你的车经过青牛村吗？我坐你的车。我是竹里村的，离你们青牛村远着呢，你还是等李老头吧。怎么办？怎么办？上次和爷爷推车带弟弟进城路，我也记住了，干脆我自己走回去算了。啦啦啦啦啦啦，我是美宝的小行家。不是吧？这个时候你给我下雨，老天爷，你玩我玩的还不够吗？土地爷爷，你跟我一样也好穷啊，只有2个红薯做贡品。真是烦人，偏偏赶在我们出城天下雨。没事，咱们在这里避一避，这雨下不长，一会雨停了，再回去也是一样。我来拴马，你先进去吧。哦。怎么了？你是人还是阿飘？嘿嘿，胆小鬼，你说我是人还是阿飘？哈哈，人家小姑娘自然也是来躲雨，这可是土地庙，哪里来的阿飘？那你躲起来干嘛？吓宝宝一跳。柳风息不理他，走到墙角坐好，一副戒备的样子。小姑娘，我们不是坏人，你莫怕，咱们在此避雨也是有缘。我这表弟性子直，吓到你了吧？嘿嘿，没事没事，是我吓到他了。外面的大雨并没有如预料的那般停下，而是有越下越大的趋势。早已过晌午，柳风息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太姥姥，你的这个肉包子我先吃了，下次再给你带。这肉包子他藏在怀里，还热得很，这一口咬下，通肉香在空气中弥漫。李元素兄弟2人扭头看向柳风息，见他吃得香甜，不由都吞了吞口水。把你的肉包子卖小爷2个。小姑娘，我姓许，名媛来，这是我表弟，姓李，名元素，我们不是坏人，你别怕。我姓刘，是青牛村的人。许公子好，李公子好，我这里还有3个包子，不过是要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的。我们不白要你的，
你多少钱买的？我出10倍买过来。别10倍价钱了，我用这个换。这两人不是傻，就是弱智，拿金叶子换肉包子。嘿嘿嘿，李公子要换几个？这个小屁孩哪有一点农家女孩的天真单纯？那狡猾的眼神简直就像一只小狐狸。我这片金叶子难道还换不来你的3个包子？哈哈哈，大哥哥要是平时别说3个，就是30个都换的，但是现在在这土地庙里，一片金叶子就只能换1个，你换不换？你这刁钻的丫头！你要抢我的不成？你们2个大男人要抢我这小丫头的吃食吗？好了好了，就依你行了吧？多谢李公子，这是您的包子，请享用。表哥，你吃不吃？3个金叶子买的呢。哈哈哈，当然要吃了。看你吃这样的亏，我笑都快要笑饱了。这小丫头太有趣了。小丫头，这是什么馅的？这么香，吃起来不像羊肉。嘿嘿，大葱猪肉馅，2位公子没吃过猪肉吗？不是说猪肉肥腻难吃，这包子怎么这么香？我想起来了，古代大家贵族是不吃猪肉的，只有平民百姓才爱吃猪肉。看来这2人不是普通大户的公子啊。2位公子，这里有清水。这要几片金叶子？不用，这是包子的售后服务。公子要喝吗？看来你这丫头也没那么贪财嘛，可惜我们不可。我父亲心丧，母亲又被舅舅给卖了，家中只留我还有一对年幼的弟妹。虽然有祖父母，可这还有个狠毒的大伯娘，经常不给我3姐弟饭吃。今日公子吃的这普通的猪肉包，却是我3姐弟2天的果腹吃食。眼看冬日逼近，也不知我3姐弟能不能熬过寒冬。公子觉得我贪财也好，自私也罢，实属无可奈何，还请原谅我这不义之举。小丫头，你说的是真的吗？在土地公公面前，我不敢撒谎。李元素顿时觉得，眼前小姑娘是世间最可怜的。想不到我大周盛世还有百姓如此困苦，多谢柳姑娘的包子。金叶子你不方便使用，这颗金珠子也给你，去恒丰钱庄把它换成大钱吧。许公子真是大好人，我一个小丫头去钱庄，只怕人家不理会。嘿嘿，柳姑娘，恒丰钱庄就是他家开的，有这金珠子，他们不敢不理你。多谢2位公子，2位公子这般善良大方，土地公公一定会保佑2位平安如意的。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续接上集，外面下了许久的雨，终于停了。小丫头，你家住哪里？我送你回去。土地庙的，短短1个时辰相处，李元素对眼前的小女孩生出了几分别样情愫。公子要进城，不顺路的，多谢公子好意。这山路泥泞，2位骑马慢些，我先走一步了。表哥，你说要不要送她回去？她一个小女孩走山路太不安全了。我倒觉得柳姑娘坚强得很，你没看人家都拒绝你的相送了吗？我们赶紧回城吧，再耽误就更晚了。这小丫头伶俐得很，明明是我花3个金叶子买包子，听她一席话，倒觉得还亏欠她了。3个金叶子加2颗金珠子换3个包子，估计全大洲也没有比咱俩更冤的冤大头了。柳风熙可没工夫去想2位富家公子的心思，他完全把2人当成天降的馅饼。喜丫头怎么才回来？下次再进城叫你奶奶来，别叫我了。嘿嘿嘿，好姥姥，这不是下雨吗？下次我一定早些回来。本来给你带了好吃的，只是路上避雨的时候被我吃掉了。姥姥想吃什么？下次进城我给你带。切，我稀罕你的东西，我回家了。姐姐，我想吃肉饼。今天大姐没买吃食，下次再给云涛带糖人。姐姐，我给你烧了热水，你可以先洗澡。我家诗华真体贴。第2天路面仍是泥泞，柳风细却不敢待在家里休息，一路走一路挖，不知不觉离村很远了。眼前突然出现一片黝黑，柳风细激动不已，看看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太好了，这片木耳都是我的了，雨后最容易出木耳，我竟然忘了这茬。野生的黑木耳在这个时代可是贵得很，特别是这秋耳，不管是湿的卖酒楼，还是干的卖药店，都比普通药材贵太多。柳风细不敢耽误，立即开摘，
野木耳谁找到算谁的。片刻功夫就被风系采完了，竹筐装得满满的。往前走一段时间，发现前面树上同样长，满木耳。风系不再迟疑，立即小跑回家，把木耳倒到篮子里。姐姐，这是在山上找的吗？以前娘用这个煮过肉，可好吃了呢。嘿嘿嘿，明天拿它换了钱，姐也买肉回来吃。现在你帮姐把这木耳挑根掐掉，脏草挑出来，山脚还有好些呢，姐再去摘一筐回来。柳风系硬是往返了3趟，才把那一片的木耳采完，连叶和湿滑挑完，先挑卖相好的，装了一竹筐进城，剩下的明天出太阳晒干了再卖。柳风系多了个心眼，知道酒楼也收木耳，他先到离刘大夫医馆最近的醉仙楼问了问。小丫头，你在秋儿卖相几家？我给你10文1斤。我年纪小，也不懂这价钱合不合理。刘大夫的医馆也收秋儿，我先去问问他，若是他出的价格比你低，我再背来卖给你。小姑娘，你也别白跑一趟，秋儿这东西满城再没比我家出价高的了。我们酒楼有道招牌秋儿炖3鸡，你若不信，只管去刘大夫那里问问，他要是能出8文，我就算你厉害。秦三对秋儿很满意，不过只出8文1斤。秦三哥哥，你说我用药材抵债，对刘大夫来说是这药材重要，还是抵债重要？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药材就是拿来抵债的，还能分开不成？如果是药材重要，这秋儿我就8文抵了；如果是债重要，对接醉仙楼出10文1斤，也能多抵些债，你说是不是？原来你个小机灵鬼是在跟我讲价呀！不敢，刘大夫一片好心，让我拿药材抵债，我哪里敢讲价呀？这不是随口一问吗？这小姑娘胆大心细又伶俐呀！秦三看看柜中的秋儿有多少，如果多，风系丫头你就拿去卖酒楼；如果不够用，就卖给医馆，我给你算9文怎么样？都听刘大夫您的，我不过是个小丫头，哪里懂这买卖的事，所以才来跟秦三哥讨个主意。哼，合着你跟我讲价，还是向我讨主意啊？那就9文收了，以后还有这么好的秋儿都是这个价，但要是没这个品相好，只能算8文。都听秦三哥哥的。一筐秋儿卖了180文，比之前的2次草药加起来都多。风系眼睛笑眯了，只抵了150文的债，又送了5文给秦三，拿着25文走在大街上。柳风息觉得自己成土豪了，走到横冲钱庄门口，一个白胖伙计立即拿扫帚出来。小姑娘带3片金叶子来钱庄换钱，直接被老板赶出门外，不光骂她是个小乞丐，还想动手揍她。走，小乞丐别在这挡着贵人走路。柳风息并没生气，伙计势利眼是意料之中的。你误会了，我是来换钱的。就你这样的小乞丐还换钱？你家大人呢？叫大人来兑换，少于10两银子的，我们恒丰钱庄不受理。我是来换金珠子的，我赶时间，咱们最好快点进去换了。你这小丫头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腰。你见过金珠子长什么样吗？再捣乱我揍你的小屁屁！快走！我怎么？小丫头，你是不是姓柳？昨天大少爷路过，说这2天会有一个姓柳的小姑娘来换金叶子，让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就是你啊？可不就是我吗？既然徐少爷已经跟你们交代过，那现在我能进去了吗？抱歉，柳小姐莫恼，实在是小的没认出你，请进。你看看是真是假，能换多少个大钱？姑娘说笑了，这金叶子是李少爷专用的，这金珠子是我家少爷专用的，哪里能有假姑娘？若是换成大钱，估计你那一筐都装不下，不如换成银子。这一片金叶子能换钱35000文，白银38两，金珠子能换2万文，白银22两，你这里一共能换大钱145000文，白银158两，你看要怎么换？哇！我一时也用不了那么多钱，不知能不能存到钱，装我要用的时候再来取。我们恒丰钱庄可是大钱庄，来开户存银子还没有低于1000两，也不知道这小丫头到底跟2位公子是什么关系。若是直接拒绝了，万一公子责问怎么办？许公子真是体贴，就怕你们不给我存，才给我珠子做信物的。我这就给柳姑娘办手续，这户主就写你的名字行吗？还是叫家里的大人来？就写我，签名手印都是我家没大人了。柳风息存了150两，换了7两碎银子跟900个大钱，顺便采购满一筐东西就回家了。麻子高，这2个小崽子嘴硬着呢，你不打他们是不会让的。赶紧给我滚开！
偷我的东西还不准进去收啊！再拦着我打死你们！刘大方，你作戏啊！另外村人来欺负孩子，一会你公公婆婆回来，看他们骂不骂你。还有你啊，李麻子大人没回来，你带着孩子打骂。你个老不死的，你们一伙的是吧？那个偷东西的贼丫头呢？快叫他滚出来！李麻子，你快别喊了，他们老的老，小的小，你打死一个怎么办？切，李麻子怕什么？偷贼还不能打？哪来的死丫头没长眼睛啊？就是他就是偷你家木耳的贼！哼，大伯娘还敢来我家，不怕我跌了是不是？又不是我找你麻烦，你自己偷人家东西被人家找上门来，关我什么事？姐姐，姐姐，你们就在这里等着，不许出去。还好姥姥跟弟弟妹妹都没受伤，看来这伙人才找来不久。柳风细把背后竹筐取下来放好，立马冲进厨房，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根打狗棒。李麻子，你趁我不在家上门打骂我幼小的弟弟妹妹，还口口声声说我偷你东西。今日你不给我说出个道理来，我柳风息就是豁出命来也要给你个教训。欺我家梅大人是不是？欺我三姐弟年幼是不是？你还有理了？南山西脚下枯木丛的秋儿，是不是你摘的？不少人都看见了，是青牛村经常上山采药的柳家丫头。不是你还能是谁？我是在南山脚下采过木耳，那南山又不是你家，你李麻子凭什么说那木耳是你的？雨后出生的，我先采了就是我的。你们都听到了吧？这贼丫头承认了，红叶村谁不知道那片枯木是我李麻子放的？每年的秋二，除了我李麻子，谁敢摘一片？你不打听打听，就给我摘的一片都不剩，不是偷是什么？你今天进城卖了是不是？赶紧的呀，卖了就赔钱，没卖就立即给我拿出来，惹急了我，老子打死你这点死娘离家的东西！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再敢辱我爹娘，我先打死你！哟呵，贼丫头，我不跟你这小丫头计较，喊你家大人出来！青牛村没人了吗？偷贼都没人料理。麻子哥，秋儿肯定还在他家里，咱们拿回来，别跟这贼丫头废话。谁敢动一下试试？真当我青牛村无人是不是？太姥姥，你跟弟弟妹妹到房间去，千万别出来。风息丫头，那秋儿还有一些，你就赔给他们算了。姐姐，要不咱给他们吧？姐姐，云涛怕。该死的李麻子，竟然把诗华和云涛吓成这样。咱们这次给了他们，以后我再去山上挖点什么回来，又有人来要怎么办？这次红叶村人来，咱们软一回，信不信明天本村的人就敢找上门要东西？诗华，你跟云涛乖乖躲着，姐一会就把坏人打跑。这些道理柳风息太懂了，村民素来欺软怕硬，为点蝇头小利，什么事都干得出，就得一次把他们镇住，往后再想气他家梅大人，也得掂量掂量。李爷爷，你让开！今天我倒要看看谁敢闯我家。红叶村的李麻子，你听着，那片枯木林的秋儿是我摘的，如今还在我家屋子里晾着呢，我一片都没打算还给你。那明明是天生地长的，你欺我年幼，就想来强打我弟妹，骂我太老了，现在还想闯我家来，且看看是你脑袋硬，还是我的打狗棒硬。明明是个只有8岁的小姑娘，扛起打狗棒的模样，比那戏文上的将军气势还要强几分。红叶村的人竟然还真被吓着了。风息丫头，别冲动，吓唬他们就行了。柳风息充耳不闻，双手紧握打狗棒，瞪着李麻子等人。麻子哥，咱还进不进？当然进，还怕这死丫头不成？进去把秋儿抢回来，咱们平分了。恶婆娘把村霸领到侄女家，诬陷她是偷耳贼，还对小侄女恶语相加，甚至连小侄子也不放过。风息丫头啊，别瞎吸收啊！你要吃亏的，李爷马上来了，让李爷跟他们理论吧。看到没，我早说了，这喜丫头又很胆又大，你看看，为了一点秋儿都敢下洗手。你这别娘怎么编排亲事你的嘛？你这样说，她这名声要是传出去，以后还怎么嫁人啊？红叶村的人就是你领来的吧？你这样的婆娘，要不是大个肚子，我都想打你2巴掌。
风细丫头，伤到奶了没？他们打你哪里了？乖孙女去看看诗华和云涛，这里爷爷来处理。柳风息怔怔地进了院子，突然想到事情还没完。爷爷让我出去，我要打死他们。姐姐，我好怕，你别出去了。要是把他打死了，你会被官差抓走的。我和云涛连姐姐也没了。大姐云涛害怕，你刚刚的模样真的好吓人。柳风息这回算是彻底平息了愤怒。刚刚之所以提棍打人，最大的原因是看到他们欺负太姥姥和诗华，而不是村民想的为了值钱的秋儿。姐现在可是有150两银子的人，谁稀罕这点秋儿？金牛村还要常住，得罪了红叶村的人倒是没关系，只是若让村长陷入麻烦，只怕我们3姐弟以后在村里更不好过。唉。诗华把村长爷爷叫进来，记住只叫村长爷爷，别让咱爷进来了。村长爷爷，我姐让你进来一趟。这时候村里青壮年来了不少，将红叶村的人给围住了。在村长的带领下，已经不是柳风息摘了李麻子的秋儿的私事，而是上升到红叶村来青牛村欺负人的大事了。哈哈哈，风息丫头别怕，这次是红叶村的人不对，爷爷绝不会让他们把你的秋儿抢走。村长爷爷，这事不管是不是我做错了，但是惹得全村的人为我操劳却是事实。这秋儿我卖了一半，还了要债，这剩下的一半，爷爷你拿去，咱全村的人分了也好，给李麻子也好，只是钱你跟红叶村的人说明白了，以后绝不许上我家的门。我白日常常不在家，他们再赶来，吓到诗华和云涛，我就是追到红叶村，也会把他们给砍了。嘿嘿。到底是秀才家的女儿，这么明大理顾大局，爷爷就听你的。这一筐秋儿，咱青牛村有一家算一家，全部都分了，一丁点都不给红叶村那群烂人。这秋儿一分，这事就彻底成了2个村的事。当村长将一筐秋儿提出去后，姐姐都走完了，就剩下咱爷和村长爷爷。刚刚大伯娘来领秋儿，骂了他一顿，大伯娘红着脸回去了。姐姐，村长爷爷和咱爷要进来，让不让？赶紧请进来，刚好我买了肉，中午留咱爷和村长爷爷吃饭。我先回去，这大半天没回去，鸡还没喂。太姥姥，你不吃肉吗？我和姐姐还没煮过肉呢，中午你就教教我们怎么煮吧。好，好，好，就是刚刚忘了留点秋儿，这秋儿炖花肉最香啊。风细丫头，你以后不许再上南山了，万一碰上红叶村的人打起了，扔山沟都没人知道。他们才不敢呢，刚刚我拿打狗棒一拦，他们就不敢进门了。你个喜丫头，真是一天比一天胆子大，刚才多唬人啊！你有打狗棒打中没有？万一没打到，别人先砸了脚怎么办？刘大夫的要债你别管了，以后爷来还，你就给我在家看诗华和云涛，不许再出门。我不要，南山又不是谁家的，凭什么我不能去？现在村里人不是都说我彪悍凶残，拿我还怕什么？以后只有别人夺我的份。那你还让你傲起来了，这是什么好名声不成？你爹可是秀才，秀才的女儿彪悍凶残，你还当好话呀？我倒觉得是好话。刘老头你也别骂了，风息丫头多能干，咱这一个村的女孩子有哪一个比得上她的？这次的事摆明就是李麻子贪心，故意欺负人的。要我说，风息没错，以后不光要上南山，遇上秋儿就摘，怕什么？你别捧着她，再这样下去，这丫头胆子就比熊胆还大，早晚闯出祸来。爷爷，你别生气，你看我姐卖了一罐秋儿，就想着给你打酒喝，你别卖姐姐了。这可是老酒啊，比我那米酒香多了。风息丫头真是孝顺啊。柳爷爷觉得在村长面前倍有面子，用力吸了2下酒香，脸色好了许多，不过还是吼了一句：卖了钱就赶紧给刘大夫送去，买这些干什么？买给爷爷喝呀，一会太姥姥把肉炖好了，你就和村长爷爷好好喝2盅。今天太姥姥对诗华和云涛的维护让风息很感动，在他心目中太姥姥就是个贪小便宜急躁不合群的老太太，今天她的行为倒让风息改变了看法。当天下午，柳风息就背着竹筐出门了，他决定采最后一次药，送到刘大夫那里后就把欠的所有药费都还了。也许过了今天再也不会上山了吧，本钱已经有了，下一步就是想法子发家致富了，这采药的工作就算放下了。哇，我勒个刀！
苍天在上，你终于记起给我点穿越福利了。这花，这叶子，不就是《本草纲目》上画的人参吗？原来这山上真有人参呢。有了木耳事件，这次柳风息很仔细地看了四周，确定没有一个人在，他才小心地开始挖人参。这人参从花叶到根都是宝，可不能像拔萝卜一样拔起来。不行不行，这颗人参挖出来肯定是要卖的，最差也能卖个几百两银子。先不说爷奶奶知道后会来要这笔钱，单论自己一个小丫头，在这小山村身怀巨款，怎么保住这笔银子呢？昨天摘个黑木耳，红叶村的人都像要吃人一样来讨要。只要知道自己在山上摘了人参，全村的人还不讨上门要分钱。柳风息像挖人参时一样，又把人参恢复原样，滚了一块大石头过来，顺着原本的石头一起，把人参彻底给遮住，除非有人从崖底爬上来，否则绝不会发现这株人参。嘿嘿嘿，人参娃娃，你乖乖在这里长大哈，等着风息姐姐来带你回家，千万别让其他人发现了哦。柳风息对着石头自言自语了一会，才不舍得沿着原路下山。姐，你怎么才回来？我还以为你又遇到黄叶村的人呢，吓死我了。姐好得很，你们俩等着，咱家就要有好日子过了。姐姐，凭这几个笋过不上好日子的，还有这笋还是骨笋，不能吃的。能吃先把盐水泡上一夜，明天吃就一点苦味也没了。第二天，施华早早起床，把姐姐要带进城的草药检查一遍，然后来到厨房煮了3个鸡蛋、4个红薯和1锅开水，给姐姐装了2个鸡蛋、2个红薯，才去叫姐姐起床。姐姐起床了，今天你该进城送药了。施华，太姥姥没来之前别开院门，我尽量中午前赶回来，要是没回来就留太姥姥吃饭，别省吃的。今天姐会带粮食回来，以后咱家都不缺米面。姐姐，回来的时候能给我带些粗布和麻线吗？我想给姐的鞋底修修，这鞋底穿平了最容易滑倒了。我家施华真能干，还想要什么，姐都给你买。不要什么了，裁衣做鞋的活计我还不会，也就会打个烙子，补个衣裳。那我给你卖些彩线，你打烙子。娘教了我许多烙子的打法，娘说城里的烙子都卖1文钱一个，我打多些，姐拿去卖好不好？不用的，你打了自己玩就好。施华负责照顾弟弟，然后长高长大，赚钱的事交给姐姐。小丫头，今天还是秋耳吗？快拿过来我称称。看来秋耳的销量不错呀，可惜没有了。这都是什么呀？这么多样混在一起，你让我怎么称啊？我说你这丫头，上次夸你一回，你就不老实了是不是？这种你也往医馆送，你还想不想抵药费啊？这筐药材我是免费送给医馆的，感谢刘大夫对我的照顾，今天我是要还清所有药费的。小丫头，你哪来的银子？我爷爷偷偷把秋耳全卖给受上户的脚贩子了，爷爷不敢留钱，让我立即来还药费。柳风息早已练成撒谎脸不红心不跳，秦三给后堂整理药村的刘大夫说了一声，便把柳风息的药费给结算清楚，又把当初柳风息立的那份拮据还给。这么小的姑娘没了爹娘，还要照顾一双弟妹，欠下这么大笔药费，也不知道是采了多少秋耳，才卖了这么多银子。小丫头，以后你的药材医馆还照样收，不过只能按进货价了。你专门采药赚的钱，也够你3姐弟吃喝了。多谢秦三哥、刘大夫和秦三哥的大恩，风息永记心中。对了，秦三哥，我常去后山看到兔子野鸡，想弄些麻药，好方便逮兔子。你看刘大夫这里有吗？刘大夫这里当然有麻药，不过一般不私卖的，这万一给人用了，虽然不至于伤了性命，但是也麻烦得很。秦三哥，你还信不过我吗？我绝不会用到人身上，真就是想方便捉兔子。你知道我家贫穷，平时吃不到肉。装好了，别让人看见，我也不收你银子，只是你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谢谢秦三哥，我就先走了，弟妹还在家中，等我回去吃饭呢。小姑娘，是不是要买菜刀啊？老板，我想买个小手弩，你这里有吗？是帮你家小姐少爷买的吗？这个城中的大家公子哥都爱，10两银子一个，还送10支箭。你这个太贵了，并且也太花哨了，我是买来自己用的。爷爷，你这里有没有便宜又耐用的？你一个小丫头用什么手弩？我常进山采药，买来防身，顺便再打打兔子野鸡。这个耐用，只要1两银子，就是丑了些。我就要这个，爷爷，你再送我几支箭呗。这1两银子真是成本价，再送几支箭我就亏了。好爷爷，您就送我几支呗，我去求菩萨保佑您这店铺生意兴隆。好好好，就送你几支。风系付了1两银子，欢喜的跟老爷爷告辞。现在柳风系是无债一身轻，经过旁边的豆腐铺，吸引了他的注意。一个尖嘴女人正在痛骂一个年轻妇人。李寡妇，你还想不想干了？我2板豆腐被你忘在角落，现在已经有了馊味，没有人要了，就拿你的工钱来赔吧。刘老板，求求你发发慈悲吧！我男人死在战场上，家里3个孩子全靠我每天的工钱养活，若罚了这笔钱，家里孩子就要饿肚子了。我说刘婆子，李氏在你这豆腐坊干了这么久，就是糟蹋2板豆腐又怎么样？你这做老板娘的就不能饶一次吗？你要这样罚他呀，我看谁还敢来你家干活？这是我家的事，关你们什么屁事？看这李寡妇貌美，你们都替她说情啊？是不是平时来买豆腐，李寡妇给你吃豆腐，糟蹋了豆腐就得赔钱，不想干就别干，想来我们豆腐房干活的女工多着呢。刘老板，你骂我罚我都行，怎么能这么无故编排我？我一个寡妇，你说这样的话是要逼死我吗？他每天煮3个鸡蛋几个红薯，却依旧饥肠辘辘，只因为给进城的姐姐和年幼的弟弟，自己却每天喝水吃草跟充饥。续接上集，旁边的豆腐铺的声音吸引了柳风系的注意。别再骂了，这2把馊豆腐我要了。小姑娘，你别好心吃闷亏，这馊豆腐买回去只能喂牲口，你娘要是知道得打死你。李寡妇听见有人要买，心中一喜，一看是个和自己孩子差不多大的丫头，也起了怜心。好孩子，你买这馊豆腐能干什么？他想罚我就罚我吧。这位小客人，要是真要了，我这就给你包起来，说是馊豆腐，多煮煮还是能吃的，我给你算便宜点，1文1斤。刘婆子，你也太黑心了，小姑娘不懂事，你就这样做生意？馊豆腐送人都没人要，还收1文钱1斤。小姑娘，你快走吧，这豆腐不能要。多谢各位好意，我家贫穷，有馊豆腐吃也是好的，还能让李婶能免去责骂，何乐不为呢？对对对，馊豆腐也是豆腐，小姑娘我给你切成块。刘老板，我全要不假，但你得再便宜点，一共15文，再让李婶帮我送车上去，要不然我就不要了。好好好，看你小姑娘伶俐，我给你装好，再让李寡妇送你坐车。真是个小傻丫头，这豆腐都馊得快臭了，还有人要，真是好运啊！李寡妇免了责罚又保了工作，对柳风系感激不已，把柳风系送上李老头车上，再次道谢。柳姑娘谢谢了，你娘真的不会打骂你吗？我没娘。好孩子，这样你就更不该乱花银子，这15文钱我还你吧。李婶，我真的不是乱花银子，这馊豆腐有馊豆腐的吃法，等我做好了带来给李婶尝尝你就知道了。还有李婶，我家住青牛村，如果你在刘婆的豆腐房干不下去了，可以到我家来哦，说不定以后我也要做豆腐生意呢。多谢柳姑娘好意，等我干不下去了，真去投奔你。李寡妇完全没把这话当真，连馊豆腐都吃的小姑娘说要做生意，任何大人听了都会当成笑话。诗华、云涛，姐姐回来了。大姐、二姐被坏人抓走了。太姥姥，诗华呢？我看到有马车停在家门口，到底怎么回事？我就回家喂个鸡，你大伯娘就带人来把诗华领走了，说是10两银子把诗华卖给了人牙子。
我来的时候车已经跑了，你奶又拖着不让我追。云涛，别哭，乖乖在家里等大姐，我一定会把你二姐带回来的。柳风熙动作平稳地拿出手弩，又把剑都涂了麻药，提着狼牙棒大步走出门。风熙丫头，你别做傻事啊！他们人多，你抢不过的。柳风熙没回答太姥姥，而是跑到了爷爷家去找人牙子抢人之前，先把大伯娘手中的10两银子要过来，再给她一个深刻的教训才行。一个吃白食的丫头片子，卖了10两白花花的银子，怎么看都值得很呐。刘风熙，你做喜啊，拿棍子见长辈。我妹妹呢？你凶什么啊？你妹妹去过好日子了，天天在家吃白食也是浪费，不如换了银子，又去大户人家吃香喝辣的。把卖我妹妹的银子拿出来，再告诉我人牙子往哪个方向去了。你还想去把人要回来不成？卖都卖了，明个家里添2亩田，给云涛长大了娶媳妇用，别在这给我闹。我爹死后，我3姐弟过的是什么日子？我把弟妹带回家吃你一粒米，喝你一口水了吗？我妹妹在家吃白食又怎么样？又没吃你的，你们凭什么把我妹妹卖了？识相的就爽快把银子拿出来，别惹我动棒子。反了天了，不孝的喜丫头跟你娘一样。可不是嘛，拿棒子指着亲奶，这样的丫头卖都没人要。院子里的吵闹声把屋子里睡午觉的长英给惊醒了，看着提狼牙棒的堂姐和气愤的奶奶，跟这2个狠毒妇人打嘴仗只是浪费时间，想要逼他们妥协，只有打到他们的痛处才行。现在把银子拿出来，告诉我人牙子的方向，否则……喜丫头，你给我放开长英，石华已经卖了，追不回来了。你舍得卖了亲孙女，这亲孙子洗也就洗了，反正他肚子里面还有一个不是。刘老太这下被镇住了，还想再骂，大伯娘直接拿出10两银子，给你，给你，快放了长英。人牙子往哪走了？我在西村头看到一辆马车，往红叶村方向去了。我先去追人，追回来还好，若我妹妹就此追不回来，我绝不放过你们。明明才是个8岁的小丫头，可说这话时候的笃定，没人敢不当真，特别是对面的刘老太和大伯娘，这回柳风熙就说打人，他们也信。叔叔婶婶们，事情你们也看到了，我现在去追施华，可怜云涛还在家中，我怕这毒妇连亲侄子也迫害，还请你们帮我请村长到我家坐一会，再去把我爷爷从地里请回来。风熙谢过了。柳秀才活着的时候，2姐妹闺阁中教养着，这柳秀才一死，连亲奶奶都这样靠不住，真是可怜啊。柳风熙压根没看什么路好不好走，怎么快怎么来，更别说防虫蛇野兽了，他连想都没想这个，他满脑子都是早上离开时那个温柔的小人，一想到有可能再也追不回妹妹，柳风熙的心都像刀绞一样痛，只能不管不顾地朝着红叶村山头走去，终于翻过了2座山头，赶到大路上，沿着大路仔细的找了一段，确定没有新的车辙，稍微放心。看来那人牙子又在别的村停了一下，还没赶过来。小丫头，你找喜不成啊？你就是人牙子。这小姑娘语气还挺横。当家的，咋回事？一个小姑娘拦路找你的。小姑娘是听说我来这片买淫，要自卖自身的吗？我妹妹柳诗华，我乃趁我不在家把她卖给了你，我是来要人的。你这小丫头，你妹妹是你奶和你大伯娘同意卖的，你反悔又有什么用？别在这找事，赶紧回家去。你弟弟我看的也伶俐的很，回去告诉你奶，想通过卖孙子还找我出高价。车内诗华听到了长姐的声音，又害怕又伤心，她瞬间有了勇气。姐姐，救我！给我闭嘴！现在放了我妹妹，我把10两银子还你，否则别怪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哈哈哈！喜丫头说不通了是不是？赶紧给我滚！你妹妹是人家预定了的，要赎身最少100两。柳风熙立即明白，跟他们讲道理和跟奶奶大伯娘讲道理一样，根本行不通。
趁着两人没反应过来，快速取了手弩，朝车夫身上射了一箭。可惜准度不够，您要射上身的却射到了腿上。喜丫头还带了凶器，你想嘎赢啊？小心棺材问罪！小年纪这样很毒。我的箭是淬了毒的，1刻钟没解药，它就会毒发身亡。给你2条路，一是放了我妹妹，把卖身契还给我，我还你10两银子，然后给她解毒。第2条路就是你坚决不放我妹妹，看着她惨死在这深山中，反正我烂命一条，你报官就报官，我妹妹被卖了，我活着也没意思。那妇人紧盯着柳风细，想看出他说的是真是假。柳世华，你出来！姐姐，诗华，你受伤了吗？卖身契拿来。妇人瞪着眼前这2个小丫头，恨不得驾马车把他2人撞醒。先给他解毒。哼！先拿卖身契来，再耽误下去他死了，可别怨我。夫人气得呼吸都粗了，可是又怕车夫有个3长2短。捏着他的嘴。妇人立即照做，柳风细粗鲁地把泥团塞到马夫嘴里。他咋还不能动？最少要过半个时辰他才能动，我这药平时是抓野兽的，人吃了死不了的。这人牙子在3教9流中都有朋友，万一后面他找人来村子里为难我们3姐弟，我自己还好，就怕弟弟妹妹吃了他的亏。就在柳风细想怎么解决后患时，一只蠢兔子从山上跑了下来，他心一动，挥手把狼牙棒朝兔子扔了过去，竟然一下子就把兔子砸醒了。我们山里人又穷又苦，但是不惜命，谁敢动我家人，我定会像对付这兔子一样扒皮抽筋，让它生不如死。从今以后，你到了我青牛村，最好绕道走，再让我看到你们2个打我弟妹主意，就别怪我歹毒无情了。我现在再也不来你们青牛村了，请我都不来了。说什么大买卖，差点连我男人都交代这里了。你最好说话算话，你刚刚说是有人介绍你来的，是谁？是镇上的王老爷，这名说青牛村柳家的姑娘，才6岁就是美人坯子，只要我把她买过去，她出10倍的价格卖回家，我这才找人联系你大伯娘呢。现在你都知道了，不关我的事儿啊！你再想找茬，找王老爷去。汪全才，原来你们认识，那就太好了，咱们两清了。你以后千万别再找我，要找就找他王全才。我怎么也没想到，那姓王的当初抢妹妹不成，今日还敢挑拨，人牙子上门，还跟大伯娘联手。你们且等着，你们对我3姐弟如此无情，就别怪我柳风细无意。姐，我们回家吧，天黑了。妹妹，姐姐差点就失去你了，万一追不上怎么办？万一你被卖了，我找不到了怎么办？柳世华同样伤心起来，这一天他噩梦般的经历，现在终于在姐姐这里得到安慰。姐姐，别哭了，咱们先回家吧，也不知道云涛怎么样了。一番痛哭让刘风细心情好了不少。我以后一定要把弟妹保护得更好些，绝不会再让他们受这样的苦楚。两人沿着山路往青牛村的方向走去，柳风细这一路翻山越岭的，多走了几个时辰，这带着妹妹走山道，再加上天黑，估计两人走到明早才能到家。诗华，咱们先去山洞中躲一夜，等天亮了再回家。要是不知道云涛晚上怎么办？我们俩都不在家，他肯定吓坏了。有太姥姥在，不怕的，咱们赶紧找个山洞，再拾些柴烤兔子吃，留个腿子给云涛，明天他吃到兔腿也就开心了。姐姐，那里有野兽。什么东西？快出来！姐姐，是个人，是个人。这是逃犯还是大户人家的逃奴？姐姐，我见过他，他也是人妖子马车里的孩子。万一人妖子来找他，把我们也捉走了怎么办？人牙子给诗华的话印象太深了，想到他就颤抖起来。没事的，妹妹，姐在这里呢，不会让人把你捉走的。这天又黑，人牙子派人来找也是明天的事了。姐姐，你看他冷成这样，咱把他抬到洞里烤火吧。那你来抬脚，咱们把他抬到山洞中去。
喂，救命恩人在这里呢，你光看兔子干什么？抱歉，是你们救了我吗？这里是什么地方？你问题也太多了，不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我叫慕云平，是汾州西河人。慕云平，这名字还真好听。我叫柳风细，这是我妹妹诗华。据我所知，你是人牙子买来的，你这是在逃跑吗？是的，趁你来救你妹妹的时候，我逃了。先吃东西，再睡一觉，补补精神，明天再说。柳姑娘，我长兄自小就教导过，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今日蒙两位姑娘搭救，我身无别物，只能做牛做马以报姑娘之恩，还请姑娘答应。别这么说，我们也就给你吃了半只兔子，不算什么恩情的，不用报了，不用报了。若不是风细姑娘缠住人牙子夫妇，我也没机会逃跑。这荒山野岭的若没两位姑娘将我移到这山洞中，这一夜就算不冷醒，也会被野兽吃了。两位姑娘是我的大恩人。姐姐，怎么办？我看你是没地方去了吧，怕人牙子找上来，我才吓唬住了他们，他们一时半会不敢找上我家，所以你想到跟着我避祸吧。风细姑娘说的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我真的想报答两位的大恩，也许就我对风细姑娘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对我来说确实是救命之举。我自幼习武，拳脚功夫过人，笔墨也通一些，无论什么活我都能干。这人年纪不大，性格坚毅，能吃苦，再加上有些功夫，以后自己在晋城有他看家，我也放心。这样好了，你也别说什么报恩不报恩，全当我雇你到我家当小工，以后我给你按月算工钱，你看怎么样？我不要工钱，包吃包住就行。嘿嘿嘿，那就这么说定了，以后我就是你的老板，你就是我的伙计，诗华是你的二老板，家里还有个三老板，以后你只许听我们三个的话，别的不管是谁的话你也不必听，明白了吗？小老板，我明白了。你放心，别看你家老板年纪小，但是赚钱的本事还是有的，跟着我有肉吃。笑什么？你看看他才来跟我们吃第一顿饭，就有兔子肉吃，姐还能骗他不成？二老板，这确实是我这1个月以来吃的最好的一顿饭。你叫我诗华就好了，我叫你木哥哥行吗？叫什么都行。其实我家很穷的，每天都吃红薯，只有姐姐采到草药进城，换些米面回来，才能有饭吃哦。木哥哥，这样你还去我家吗？那我就更要去了，我会打猎，以后咱们就有肉配红薯吃。木哥哥，你也是被家人卖给人牙子的吗？太晚了，赶紧睡一会吧，上半夜我守，慕云平，你守下半夜。第二天天才蒙蒙亮，三人就往清流村走去。哎呀，诗华，你怎么了？没事吧？姐姐，我没事，都怪我太笨了。我家诗华才不笨呢，你独自走了这么远的山路，已经很厉害了。咱们休息一会，反正这里也不会碰到大虫。风细，诗华。姐姐，是爷爷，爷爷在叫你。风细，诗华。爷爷，我们在这里。爷爷看到风细的那一瞬间，就像守财奴看到他失而复得的宝贝一样。你们没事吧？爷爷，我没事，诗华也没事，您别担心。追上了就好，找回来了就好。我们老刘家就是穷喜恶喜，也不卖孩子啊。风细丫头，这位小伙子是谁？他是山中猎户的孩子，打猎食物被兽夹了脚，幸好两姐妹路过救了他。昨夜我们落脚的山洞就是木哥哥找的，要不是他相助，我们两姐妹哪里知道怎么在山上过夜。我们是互帮互助，主要还是柳姑娘能干。你是我们柳家的恩人，这山林中若不是你，两个丫头铁定被打虫了。既然你已经没了家人，以后就在我青牛村落脚吧。
明明柳家姐妹是我的大恩人，这怎么一下子又变成我是他们的恩人了？回到村子，满村人全都守在柳家门口。找回来就好，这么疼人的丫头，真被卖到不见天日的地方去，亏良心不？老李爷爷牵挂，耽误你进城了。下次我再进城，一定请您吃肉饼。人心都是肉长的，他刘大方的心，难道是石头长的不成？这么伶俐可人的丫头也舍得卖了，真是没爹娘的孩子没人疼嘛！这以后你们的日子咋过？陪爷爷找人的村民，在爷爷再三道谢下，很快就都回去了。爷爷之前大伯娘做的事我都忍了，他打施华云涛我忍了，他领红叶村的人来找事我忍了，他在村子里乱嚼舌根我也忍了。一是因为他是我们的长辈，二是因为他怀着孩子。我们三姐弟忍到这个地步，换来的是什么？是他为了一点银子就卖了施华。施华可是你嫡亲的孙女呀，被他10两银子卖给了人牙子。这一次我若还忍了，下一次他刘大方是不是要带人来我家中抢人？人牙子可说了，我弟弟他也喜欢得很，出高价也愿意买。好了，风喜，我知道你心中有委屈，我也知道是你大伯娘做的不对，我已经当着全村人的面骂过他了，他也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找你们三姐弟的麻烦，都是一家人，日子还得过下去。你真要闹起来，难堪的还是我们老刘家。哼，我们三姐弟把他们当家人，他们却把我三姐弟当货物，这次我是绝不会忍了。如果爷爷不打算替我们做主，我就去找村长，哪怕从柳家除名也好，我们三姐弟脱柳籍也好，我绝不让他刘大方好过。我做长辈的，难道还跟他一个小辈赔罪不成？要不是念着长音还小，我定要休了你这个恶妇。今天你不当着风系施华当面赔罪，我还有脸见人吗？100年之后，你让我怎么去九泉之下见老二？爹，这事是我媳妇做错了，要打要骂由爹做主。风系丫头，你大伯娘猪油蒙了心，做出这样的事来。好在施华丫头没事，万一有个好歹，我就是洗也赎不了罪。今个我就带你大伯娘来赔罪，你说怎么办都行，任凭你处置。哼，大伯这话说的倒真好听，却把我的路都给堵了。我一个小姑娘能怎么办？大伯若真有心要让大伯娘赔罪，就该叫个见证人来，不叫李正，最少也要把村长爷爷叫来，大家做个证听听，以后这女人再做出什么歹毒事来，我也好有说辞。就你们2口子来，这算什么赔罪？这真是我那大侄女，这伶牙俐齿的，说的话比多少大人都有处理。看来媳妇的话也不全是胡说，风系丫头确实是难对付，是大伯做的不全面，我这就去请村长来。风系丫头，咱们打断骨头连着筋，是一家人。我还没洗呢，用得着找别人见证？风系丫头，你大伯一个长辈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想怎么样？刘大方，今天你去给老二上香磕头请罪，再给风系施华云涛一人亲手做一身衣裳，以后再不许干出亏待孩子的事。今天这事就算了。我都听爹的，我卖施华，娘是同意的，怎么现在都只骂我？臭娘们，你给我闭嘴！我这就回去拿香纸给老二请罪。不必了。风系丫头，这样的恶人都没办法惩戒他。今日众人袒护，让你逃了，你且等着，等我有了能力，绝不让你好过。给我爹烧香就算了，现在我爹也不想见你。至于做衣裳更不用了，你做的衣裳我们三姐弟可没福气穿。只有一点，今天当着爷爷和大伯的面说清楚，以后这个女人绝不可再踏入我家一步，不可再打我三姐弟的任何主意。刘大方人在做天在看，你也是有孩子的，这样对3个小孩子，你就不怕报应到你孩子身上吗？喜丫头，你咒我呢，我眼看就要生了，你说这样的话，施华不是没事吗？你还没完没了。该说的我都说了，滚吧。2个儿子关系打小就好，想不到老二英年早逝之后，两方关系搞成这样。不过好在云涛年纪还小，风系施华早晚是要嫁人，只要云涛和长英的关系好，我老刘家就还是和睦的。爷爷，刚刚我给刘大方说的话，回去后还请爷爷跟奶奶也说一遍，我这个家请奶奶以后也别来了。
孩子记住，恨也好，怒也好，亲人到底是亲人。姐姐，以后那个坏女人再不来我们家了吧？是啊，以后有慕云平在，再来只管打断他的腿。那长音哥呢？他能来吗？云涛想不想他来？云涛不想，云涛想让胡子和小东来玩，不想长音哥来。那以后也不让他来了，我们去厨房看看太姥姥做了什么好吃的。慕云平，你对我太姥姥做了什么？我就是在无理，也不会对老人无礼。姥姥是伤心了。太姥姥，快别哭了，以后大伯娘不登我家的门不好吗？省得没事找事。那你奶呢？你奶你也不认了吗？你这丫头也大了，有主见。我也到了招人嫌的年纪，管不了这么多了。你要是不认你奶，干脆也别认我了，以后再别叫我来看云涛了。太姥姥不要云涛了吗？云涛要太姥姥，云涛要和太姥姥一起吃肉饼，吃兔腿。这是姐姐给云涛留的，我和太姥姥一起吃。红薯好了，吃饭吧。吃过午饭，风细赶紧来看豆腐，这下又招太姥姥一顿说。哼，我说你这丫头有2个钱就乱花，买这一堆馊豆腐回来做什么？云涛湿滑还小吃不得的。太姥姥，我有用的。有什么用？我可听老李头说了，你就是看那妇人可怜才买的，你还看别人可怜？这村上还有比你们3个更可怜的孩子吗？柳风细不再回答，而是开始分配工作。他和施华切豆腐全要切成4四方方拇指大小的方块，一大袋调料全给慕云平由他来磨成粉末，再把茱萸叶切碎晒，到时候好煮水。就连云涛也跑来跑去帮忙拿东西。风细丫头，这是要做什么？都臭了的豆腐，你还能变成花来不成？花是变不了，但是可以变成好吃的。太姥姥，你家中有腌菜的小坛子吗？借我2个好吗？切，我回家去给你拿，倒要看看你这丫头变什么戏法。现在我要做秘制配方，都不许看哈。太姥姥，这是我秘制的7样香，给你1点，回去炒菜时用，只放1丁点就能让菜美味许多，特别是做肉的时候放点这个，好吃极了。切，还做肉好吃？有肉啥不放也好吃，我1年能煮几次肉？我姐说了，赚了银子，天天给太姥姥买肉吃。太姥姥，你就把7样香收好了。好好好。几天后，柳风细背着2坛豆腐就准备进城，再三交代慕云平。慕哥哥，你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施华和云涛就交给你照顾，不光要保护2人的人身安全，还要把家务活也给干了。我这妹妹以后要娇养，要是干活把手弄粗了就不好看了。除了太姥姥，他人要来家中，你都要问清楚是什么事。若是我奶和大伯娘来，无论如何都不许人进门，明白了吗？我明白了。孺子可教也。姐姐家务活我都做惯了，我来做，没关系的。那是以前，没办法，现在咱家有了伙计，这些活你能不干就不干。你不是喜欢打烙子绣花吗？干这些就好，再有空就领着云涛看书，女孩家多读点书总没错。姐姐要是腐乳卖到钱了，你就给我买点绣盆绣线回来，要是没卖到钱，就买几碗打烙子的粗线就好了。慕哥哥，你有需要的吗？我倒不缺什么，家中的书实在太少了，要是可以，能给我带本书回来吗？什么书？麻烦风细姑娘帮我带一本《孙子兵法》回来。这类兵书小镇上也不知有没有，如果有卖就给你带回来，万一没有，你别以为是我小气哦。
自然不会。多谢风系姑娘，若是可以再买几刀竹纸回来，诗华和云涛该正式写字了。你就这么相信我？这腐乳能卖出好价钱来，都挺贵的东西呀。风系姑娘，我相信你。小丫头，你的秋儿不是卖给医馆了吗？又来做什么？看来我上次的秋儿没卖给醉仙楼，他对我很有怨念呐。小哥哥别恼，我这里还有比秋儿更好的东西，你要不要？切，我们醉仙楼有自己的咸菜，你们农家人腌的，还是拿到集市上卖吧。我这不是咸菜，是极美味、极好吃的下饭菜，可是从京都传来的吃法哦，要不要先尝尝？伙计，看这会也不是吃饭的时间，酒楼也没客人。你到厨房后门来，我叫厨子一起尝尝。先说好一回，大厨要说不要你的，你可不许在这里给我胡掺，被掌柜的知道我会被罚的。多谢小哥哥，你放心，我绝不会给你惹麻烦，只要大厨尝一尝，若说酒楼不合用，我转身就走。哦，大厨，你看这腐乳，你们酒楼要吗？怎么不要？这么有味道的下饭菜，不管是配馒头还是面条，都是极美味。大厨不愧是大厨，一尝就知道这腐乳之美味，是不可多得的下饭小菜。你有多少，我全要了。先是卖7天，看客人的喜好程度，以后每个月我都给你订。有醉仙楼这大笔订单，以后镇上的人吃习惯了，就靠做腐乳，我也能养好弟弟妹妹。小丫头，这鲜豆腐2文1斤，你这腐乳也就加了点调和料，那就3文1斤，不亏你吧？我哩个豆，你这是按咸菜价给我算呢？我这是豆腐，不是芥菜，3文1斤你也好意思说出口？最少10文，要成这生意咱就做，要不成我立即走人。小姑娘，你是在说梦话吗？这世上有哪个傻子花10文钱吃1斤豆腐，还是臭豆腐？大叔也不欺你年幼，3文就可以了。既然你觉得我这腐乳只值3文，凭大厨的身价，怕也看不上3文的吃食，我替你倒了，告辞。你这丫头，腐乳不卖了，我可告诉你，我醉仙楼要是不要你的，这镇上其他酒楼也不敢要。哼，那我就留着自己吃，也好为给看不起他的人要强。哦，酒楼2楼临窗的桌子上坐着一个男子，全程目睹他和大厨的交易。哈哈哈，这个小丫头还是这么有个性啊！这大厨到底见识太少，别说有人愿意花10文吃个豆腐，还有人愿意花一片金叶子买个肉包子呢。刚刚你们大厨吃的那红彤彤配馒头的是什么？看着很有食欲，我也要一碟。我们酒楼有这种菜吗？小的这就去给你取。大厨，您刚刚吃的那红彤彤的吃食，2楼的李公子说要一碟。早知道就不在这里吃，这里公子素来乖张挑剔。你去把刚刚那个丫头追回来，就说她的腐乳10文1斤，咱买1斤。刘姑娘，你的腐乳我们买1斤，这是10文钱，快快取给我。刚刚你们大厨还说不要，怎么才一转眼就要了一个？大家公子看到大厨吃腐乳吃的香甜，一时好奇也非要吃，我们酒楼又没这东西，只好找你买了。小哥哥，你这么帮我，要说卖1斤给你也不是问题，可这腐乳是我家长辈做的，临行时可交代过，必须20斤一起卖，绝不能单卖，要不然以后这生意就不好做了。我一个小姑娘家的，实在不敢违背长辈的话，要不你去问问大厨，20斤你们要不要？你怎么能这样做生意？10文买1斤你还不干，还要把20斤都卖给我们酒楼。哎呀，小哥哥，你别这么凶，好吓人哦！你与其在这里凶我，还不如赶紧去问问大厨行不行？别一会那个公子生气骂人了。你在这里等着，我等你。伙计飞快地把风系的话回给大厨，大厨同样气得不轻。这喜丫头还讹上我们了，去回李公子说那玩意难吃，起了我们酒楼全倒了。怎么还没给本少爷端上来？我可告诉你，我刚刚看得很清楚，你们可是有2坛子，今天本少爷就吃那个，别的东西还不吃了。要我说咱就买了吧，总共不过200文，这李公子给的赏钱就比这多。
大厨有了台阶下，觉得为了柳楠楠惹李元素生气不值得。去200文把他俘虏都给买了，告诉他就此一次，以后别再登我最先楼的门了。支付宝到账这是200万，你点点，快把俘虏给我。风息也不点，笑眯眯把2个坛子取出来。我还信不过小哥哥你吗？肯定不会少的，这坛子就不收你钱了。不过先说好，以后的俘虏就得你们自己备东西装了。切，再没以后了。大厨已经说了，绝不许你再登门。快走，快走！看到你这刁钻丫头，气得我牙齿痒痒。你就等着打脸吧。这20斤腐乳进了后厨，你们大厨肯定会听我的建议，一桌子一碟当配菜卖了腐乳。卖得这么顺利，柳风息的眼睛眯成缝，先去看看刘大夫和秦三，买些小儿娘用药丸放家中备着。就在这时，最辛劳的伙计又追了出来。刘姑娘，等等！难道是腐乳提到后厨，那个喜胖厨子又后悔了？这到手的钱可不能飞了，想退货没门。我他妈的！你的小丫头，好什么？累死我了！卖定离手，不带退货的。什么卖定离手？你当是赌坊啊？我叫你又不是要退货，区区200文的生意，我们最先老用得着退货吗？那你叫我做什么？累死我了！当然是好事。李公子吃了你的腐乳，非常喜欢，要见见你。客人吃的美味，要见厨子是很正常。有这个机会，还可以给自家腐乳打个广告。走吧。哎呦，这个臭丫头还使唤起我来了。算了，不跟一个小姑娘计较。李公子，这位就是做腐乳的刘姑娘。这不是土地庙里遇上的李肥羊吗？原来要吃腐乳的大家公子就是他，真是缘分呐！刘姑娘不认得我了吗？肥羊，你好。我在叫他呢，许久没吃过羊肉，这一看到羊肉就不自觉的想打个招呼，一直想跟你和许公子道谢来着，可惜我这身份也不好登府，嘿嘿嘿。这丫头叫的真是桌上的羊肉，还是这个刁钻的丫头把我当肥羊了？李公子，这是刘姑娘，第一次朝我们最仙楼送腐乳，有什么疑惑就问问刘姑娘，小的就先下去了。刘姑娘请坐，吃饭了吗？一起吃点。我已经吃过饭了。李公子喜欢腐乳吗？我才做好的20斤，全卖给醉仙楼了。如果李公子想要，最少要等半个月后才有。我明明是找他来问问腐乳是怎么做的，这怎么就变成我向他订货呢？这腐乳确实美味，用来拌粥不错。刚好我家中长辈这几天食欲不振，我想买些回去给他下饭，才找你问问都有些什么材料。除了豆腐，调和料也都是市面常见的。李公子放心，我这都是纯天然无污染的食材，绝对安全。除了小孩子，其他人都能吃，老人也一样能吃。今天我就先在醉仙楼买一些回去给他尝尝，半个月你做了新的就往徐府送10斤。嘿嘿，10文1斤，童叟无欺，这定金我就不收了。我身上没有100文，就拿这个当定金吧。说好不要定金就不要定金，咱可是要做长久生意的，规矩还是先定了的好。你这小财迷也有讲规矩的时候。本姑娘这辈子加上辈子也就坑过你一个，你那表哥许原来也是顺带坑的。这腐乳是你一个人从家里背进城的，我说你一个小姑娘，每天这么辛苦做什么？我看你伶俐得很，不如进我徐府做丫头怎么样？当李公子您的丫头就不必了，以后我每月就往府上送10斤腐乳，也好报答李公子的赏识之恩。还请李公子跟府上的厨房说一声，要不然我送腐乳没人收就麻烦了，千万别忘了哦。老板，之前那个李婶子呢？李婶被辞退了，姑娘要多少豆腐，我给你称。想到那天分别时，柳风息就觉得心里软软的，那是一个母亲看孩子的神情。那李婶住什么地方？姑娘，你是她的亲戚吗？她家住后4巷。我娘不在，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李婶的朋友，能让我进去吗？快请进，因为总有坏人来敲门，白天娘不让我们开门。我叫丁大秀，这是我妹妹二秀和弟弟石头。我叫柳囡囡，之前跟李婶买豆腐，今天去没看到她，所以过来问问，不知李婶如今在哪做事呢？唉，娘现在都是接散活，今天是在酒楼洗盘子。妹妹你快进房里去，别再吹了风又犯病。那我进去了，刘姐姐莫怪。二秀声音又细又低，明显大病未痊愈。石头也想跟二姐进去，不过大姐没说，她乖巧站在大姐身后，只是眼睛不时看向柳风系放在门后的竹筐那里，还有微微的肉香传出来。这个给石头吃。石头看着荷叶包着的肉饼，口水直流，想伸手又看向大姐不动。真是懂事的好孩子，没关系，拿去吃吧。这怎么好意思？你来我家连碗糖水都没喝到，我们怎么好意思吃你的东西？这有什么？我来你家拜访，本就应该带礼物的。趁饼还热，这快拿去吃了吧。大秀这才接过递给了石头。石头拿去和你二姐一起吃。大秀姐姐，李婶为什么被豆腐房辞退？唉，几天前的早上，阿秀发烧了，母亲赶紧把她送到医馆，等看了大夫吃了药再去豆腐房。已经是中午了，那个酸婆子老板立即把母亲骂了一顿，说她无辜旷工直接辞退，就连半个月的工钱也只给了7天的。这是道穷人难活呀。大秀姐姐，你说总有坏人上门，是什么人呢？听见这话，丁大秀身体本能的瑟瑟发抖。是放印子钱的，娘为了给妹妹看病，借了5两银子，明明说好3个月之后还8两，这才不到半个月，他们就天天上门要账，说是年前了，账不能留到年后，并且还是要8两银子，要是腊月8还不了账，就要把我和妹妹其中一个拿去抵债，娘没法子，只好趁这几天拼命挣钱。李氏，快出来，该还银子了，再不出来，信不信我们砸门啊？二秀，你们千万别出来，别怕，娘亲就快回来了。唉，你们乖乖听话，就在这里吃糖，不要哭，坏人会以为家里没人，一会就走了。一阵大力派人声，还伴着几个无赖的冷笑声。李氏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赶紧给我出来！没钱没关系，不管你家大丫头还是二丫头，给我们一个就行。丁大秀颤抖地盯着那扇摇摇欲坠的大门，像是在问柳风系，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你说我跟他们走，他们真的不会再来我家了吗？娘刷一天盘子才10几文钱，根本赚不到8两银子的。我是大姐，我要保护妹妹，应该把我抵给他们。丁大秀说完，转头看向风系，只见他不知何时扛着一把杀猪刀。你说什么傻话呢？你娘为了你们3个，吃再多苦，受再多累，也愿意把你抵给他们，那是活生生挖你娘的心肝，找个利器防身。你娘没回来之前，就由你来保护这个家。丁大秀看着柳风系，明明比自己还矮一点，说这些话的时候，却一点也不像个小孩子。风系说的对，对他们不能示弱。2年前，后四巷的刘奶奶借了10两银子给孙子看病，结果3个月后要他还我10两，刘奶奶还不上，他那儿媳就被抢走了。听说没多久儿媳就自尽了，他和儿子也搬走了，从此再没消息。风系，你也进去，不能把你掺和进来，这里有我守着就行了。唉，这个时代把孩子都逼成什么样了？自己的妹妹施华，6岁的小丫头，管理家事做家务比老妈子还细心。这丁大秀最多不过10岁，为了保护弟妹，竟然想把自己送给人牙子。我现在人在你家，若他们真进来抢，你跟他们说不关我的事，他们也不会信。外面的那些恶人，怎么可能会把一个小姑娘放在心里？还是咱们一起守着。丁大秀仍在迟疑。他生性善良，这样把上门的客人置于险境，总觉得不应该。遇事躲起来可不是我柳风系的风格。把门砸开，今日不还钱，就把那2个小娘子都给带走。欠我刘老五的钱不还，还敢不见人，真是胆飞上天了。要我说，那李婆子年纪大了些，
那腰子倒是挺细，不如把他和那2个女孩一起带走。他们这样天天上门骚扰，李婶报官了没有？官差不管吗？唉，刘老五就是县令小妾的弟弟，谁会管我们这样的穷人？借印子钱本就是私事，到了官府也站不住脚。若真是这样，岂不是要把人逼死吗？阿秀、石头，不管外面有什么动静，你们2个都不许出来。姐姐，我怕。别怕，护好弟弟，有姐在呢。真是笑死我了！你们2个小丫头还想跟我们动刀子不成？李婆娘娘叫她出来，躲起来叫2个丫头拦门，算怎么回事？还是说李婆娘准备把你们2个卖了？我娘才不会送孩子呢！你们说话不算数，明明说好借3个月的，凭什么现在就上门讨要？哼，谁跟你说好3个月的？我想什么时候讨要就什么时候讨要，今天不还银子，就把你这小丫头送到人牙子哪里去抵债。丁大秀被他那凶恶模样吓得快哭了，到底还是个小姑娘，刚刚那一番话已经用尽她所有的力气。我娘不在家，你们先回去行不行？当真不在家，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臭丫头，去搬几张椅子给大爷们坐。丁大秀吓得不敢动，柳风细3两步搬了条长板凳出。小丫头，你又是什么人？这李婆娘还有个私生女儿不成？柳风细冷冷地看着他，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刘老五竟然觉得像是被野兽盯中一样，他竟然不敢正视柳风细的眼睛。这个死丫头看人的样子真怪，是不是李婆娘的崽子？不是就滚出去。风细，你先离开吧，去帮我叫我娘回来好吗？柳风细正在思考，是留在这里陪3姐弟妥当，还是去找李婶回来的好。一个大汉突然走过来，死丫头，给我滚出去！你还真敢动刀子，给我上，把这2个喜丫头绑起来，让你们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柳风细无意间看到围墙上趴着一个小胖子，正惊恐地看着院子中发生的一切。救命啊！赶人了，拐卖孩子了，有色狼非礼啊！丫头乱叫什么呢？谁放嘎了？谁非礼你了？就你这菜瓜秧子，矮冬瓜的！我呸！混蛋！墙上的小胖子消失了，外面终于传来路人的声音：李婶家怎么了？怎么打打闹闹的？快去看看，别是3个孩子在家做错什么事。大秀，这是怎么了？刘奶奶，秦爷爷，快叫我娘回来，坏人又来我家闹了。刘老五自认脸皮厚，但却被围观殴打2个小姑娘，还是觉得太丢人了。小五子，你又干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是不是这李婶才问你借了几天钱，你就这样逼人家？寡妇家的。我勒个豆，这是哪里来的老婆婆，战斗力爆表啊！连这些街溜子也敢骂。哼，我这可是干正事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秀，我的秀儿。丁大秀看到母亲受的委屈，全面爆发，冲过去抱着李婶，母女俩抱头痛哭。丁二秀听到母亲的声音，也牵着弟弟跑了出来，母子4人都嚎哭起来。造孽呀！这丁夫战死，连个尸首都没有，家中没个男人，可怎么活？别哭了，我还没对你们怎么样呢。李氏，别的先不论，但说你欠债一事，我找上门几次，你都躲着不见，刚好今天说明了，5两本金3两利息。今天你要不还钱，我绝不轻饶。哼！他白日黑夜做零工，哪里有在家的功夫？并不是为了夺你8两银子。你看看这家里是有银子的人家吗？再宽限些日子吧。呸！刘婆婆，你在帮腔，别怪我不讲同族情面。越宽限利息越多，他越还不起。一个寡妇家养那么多孩子做什么？还不了就拉个丫头抵债就是。李婶安抚好3个孩子，把他们往身后一护，单薄的身子爆发着超强的气势。刘婆婆跟他们是说不通的，多谢你一番相助，我来跟他们理论。还理论什么？一句话还银子还是给人？这是2两3钱6厘的碎银子，今日我先还给你，剩下的容我慢慢还，只求你们别再来我家闹了。这连利息都不够，就想把我们打发了。刘老五目光凶恶，在丁大秀和丁二秀中间瞟来瞟去，柳风细却看个明白，他们今天就是冲着2姐妹来的。李婶，别跟他们废话，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伙人就没良心，今天不把事情了断，以后你们就没安生日子过。唉，不求他们又能怎么办？
我们这蝼蚁一样的苦命人，今日的事与你不相干，快快回家去，别让他们记恨上你，要不然以后你在城里就难走动了。娘，我们把刘姐姐的肉饼和糖球吃了，你让刘姐姐在咱家吃完饭再走吧。快走吧，以后有空再来李婶家中做客。柳风夕觉得有些感动，现在还狼似虎，他还有心劝自己走。此刻若真听他的走了，柳风夕这辈子都不会心安。不就是8两银子吗？还真当我们还不起呀？叫李须来做见证，今天我替李婶还钱。哟呵，一个黄毛丫头，冲什么侠客？你还银子？你拿什么还？还是你想替丁家姐妹卖给我？柳风夕二话不说，把身上的铜板举起来，摇得滋滋作响。李婶先度过这关，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们今天也看到了，以后柳姑娘就是咱们家的大恩人，不论何时今日的恩情，你们都不能忘。三姐弟含泪点头，看柳风夕的眼神更加崇拜和尊敬。李婶在刘老五一行人气鼓鼓的模样中，把一小把碎银子交给李须，一共7两2钱，8分4厘。这可不够8两，还有谁要替李氏当冤大头？剩下的用铜板还，你帮我们算算，还差多少铜板？加上换成碎银子的手续费用，还差800个大钱。我这里只有100多个，难道要去恒丰钱庄取钱不成？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暴露自己在恒丰钱庄有存钱，万一这群街皮打我就更麻烦了。李娘子，我这里还有300个大钱，你先拿去，以后再慢慢还。李婶顿时热泪盈眶，刚刚刘老五不软不硬的威胁，街坊想帮她都不敢帮，刘婆婆却不管不顾送上300个大钱，这对她来说不亚于雪中送炭。刘妈妈，大恩不言谢，我一定把你当亲人孝敬。谢谢刘奶奶。都是好孩子，这少了哪一个？别说是割你娘的肉，也是割我这老婆子的肉啊！有这300文，再加上柳姑娘的100多文，再有300多元也就够了。李婶转身回房，取出300文交给李须，把8整串铜板和7两多碎银子一起交到刘老五手上。你查查8两不多不少。刘老五哪里还查，被众人围观，欺负2个小丫头，又被柳风夕当众打脸。要不是银子没到手，他早就想逃离这个地方了。从怀里取出借条，往李须怀里一扔，就灰溜溜走了。一行人一走，李须就把借条还给了李婶。围观的街坊安慰2句，也都散去了。查一下那个喜丫头是哪里人，以后再让爷爷碰到了，看我怎么收拾她。我不走，我就是来找李婶说事的，这会赶走了坏人，看热闹的人也走了，我们刚好说说话。好姑娘，这笔钱只怕我要几年才能还清了。我这点小钱不着急，李婶能找到固定的工作吗？年前散工好找，固定的活计就难找了。唉，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总归我身体还好，大秀也大了，再熬2年，我们母女俩能一起出去做工也就好些。风夕看着瘦弱的三姐弟，李婶说的简单，只是这生活哪里是那么好熬的？李婶，你在豆腐房工作几年？要是你自己开个豆腐店行不行？磨豆腐是体力活，要没驴子，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这要是买头驴，本钱就大了。年前我没办法给你准信，但年后我看看咱们能不能合伙开个豆腐店，本钱我出，这场地就用你家这院子，由李婶你来做来卖，你看怎么样？李婶大喜，忙问详情。风夕便把自己上次买的馊豆腐加工做成腐乳，高价卖给酒楼许家，每月还定10斤的事详细告诉李婶。柳风夕说完，李婶和大秀、二秀都激动。李婶10日后我会去徐府送腐乳，到时候我抽空来你家。柳风夕准备辞行，李婶先让他等了一会。他进房后不久，拿了张借据出来。风夕一看，正是自己替他向刘老五出的那份钱的借据，请柳姑娘千万收下，亲兄弟还没算账，你收下这个，你安心，我也安心。那我就不推辞了，反正李婶也别急，这钱慢慢还，我暂时也不缺那些钱用。姐姐，你怎么才回来？担心喜人了，你要再不回来，我就准备进城找你去了。遇到点事耽误了，以后我进城估计回来的时间都不定，现在可是正是做生意了，哪能那么顺利的？姐姐，下次进城我陪你一起吧。你留在家里看云涛我更放心，并且城里暂时事情也不多，还是等过完年再说吧。唉，柳爷爷怒气冲冲的来了，风夕自然知道是他把卖腐乳的钱都花完，传到爷爷耳朵里。
爷爷，你先别骂人，也别怪我，我是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了，你别被我奶一挑拨就来朝我发火。这腐乳我已经接到订单，以后还要多做多卖，花钱的地方就更多，你管也管不过来。哼，花了的钱我不管，以后再这样花钱没个名头，别怪我打你。既然你那腐乳卖出名堂，把做法交给你大伯娘，刚好你大伯在城里做工，他们俩一起在城里卖腐乳，也是一大笔收入。爷爷，这是我奶出的主意，还是大伯娘自己提的？他俩这是白日做梦。这做腐乳的法子就是送给路人，也绝不会给大伯娘。你就让他洗心吧，他别想从我这里讨一丁点好处。那你就把秘方存心里，除了施华和云涛，谁也别叫，这样能做成长久生意，以后你三姐弟的生活也有保障啊。柳爷爷上门骂人要东西，风细岛能硬气，这话一放软，风细岛觉得不自在。爷爷，我知道的，都这么晚了，爷爷你先回去吧。大孙女心气大，主意大，自己算是管不了。姐姐，你上次做腐乳，有人看到没有？别被人学去了哦。除了送给太姥姥的那包调和料有可能会泄密，其他的就没问题。太姥姥肯定还没吃，咱们去要回来。我同意，可是谁去要呢？你们该不会让我去吧？唉，命苦啊！没过多久，慕云平十分平静，拿着调料回来了，并没有像三姐弟预料的那样被太姥姥拿拐杖暴打一顿。怎么这么顺利？给太姥姥的东西又要回来，她不生气？木哥哥真是太厉害了！要是我去，太姥姥肯定打我。哪有那么恐怖？好好的说，太姥姥还是讲道理的。我就跟她说，你用药腌腐乳，调料不够，她主动就把调料给我了。那还真是冤枉太姥姥了，下次进城一定给她带点好吃的。哦，还有云涛也要给云涛带好吃的。哪里会忘了你这个馋猫？不是云涛要吃，是杜杜要吃。几天后，新一批腐乳做好了。施华万一中午回不来，不用给我留饭，我走了，等我好消息。柳风夕一路欢声笑语进了城，就在走到豆腐房的时候，一个壮汉发现了他。哦，老大，那个臭丫头是不是之前在李婆娘家捣乱的那个？还真是，去看看有没有同伴。要是他一个，拉到暗巷绑了臭丫头，今天大爷倒要看看他身上带了多少银子。这丫头还敢跑到这一片来，这一片住的都是富贵人家，谁会理她一个寒酸丫头给我追？喜丫头还挺能跑，你再跑啊，再给我跑啊！风夕的眼神落到两坛腐乳上，这种情况下也顾不得那么多，他提起一坛腐乳就往刘老五身上丢。我的娘呀，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味道这么怪？去把这个喜丫头给我打死了！柳风夕趁着他们慌乱，从他们腿间窜来窜去，握着把小剑却朝刘老五大腿上插，一声惨叫惊天动地。哪个在胡闹？吵死人了！快去后墙巷子看看，有人在哪打架呢！刘老五等人一听，惹到大户人家的注意，不敢再耽误，只想立即抓了刘风夕走了，却见他已经跑到巷子口。先回去，明天再找这臭丫头算账。刚刚那个小姑娘呢？快追回来！她就是表嫂爷说的来送腐乳的刘姑娘。柳风夕刚甩开刘老五，还损失了一坛腐乳，正在气愤难过，忽然巷子里冲出一群护卫，张牙舞爪的追在他后面大喊：等一下，快停下！难道这些人都是刘老五的帮手不成？远远躲到另一个巷子里的刘老五等人莫名其妙的看着一群护院追着柳风夕。这喜丫头是得罪了他们啊！早知道刚刚咱们就把她抓了。既然护院不是追咱们的，咱们就赶紧走，快带我到医馆去。这死丫头的剑上不知道涂了什么，我这条腿都没知觉了。几人出了巷子，就看到那群护院拥着柳风夕往回走，他的大竹筐还有一个护院替他背着。张哥哥就是他们都是坏人，追我打我，还想抢我的腐乳。
这不是刘老五吗？你偷摸拐骗，把主意打到我徐府的客人头上了。兄弟们，把这群人家给我丢出东去！这时候刘老五舌头开始发麻，话都说不清。误会啊，误会，别生气，我们这就走，再也不敢找这丫头的麻烦了。张哥哥他们这会说的好听，等我出了徐府，肯定又会打我的。张护院不再迟疑，带着一群护院把刘老五暴打一顿，扔出了东街区，很快把柳风细带到后厨。是青牛村做俘虏的刘姑娘吗？是我跟李公子约好了，今天送10斤俘虏过来，还请小哥哥收一下。刘姑娘就做了10斤嘛，我们能不能晚一点？自从表少爷带着俘虏回来，如今府上的主子奴才都在讨论那俘虏的味道，看主人吃得高兴，我们也想尝尝。还有吗，刘姑娘？唉，本来是准备了20斤的，你们也看到了，被那刘老五打烂了一坛，所以就剩这10斤了。不过小哥哥若真要订，只要每斤先付5文的定金，10日后我便送货上门。小厮二话不说，拿出5文钱。刘姑娘给我订1斤。刚刚那群护院都来了，你拿5文，我拿10文，纷纷找柳风细订货。没一会，柳风细面前就堆了一小堆铜板。之后柳风细又来到了豆腐店。小姑娘又来找李婶吗？李婶已经找着了，我是来买豆腐的。要多少？1斤还是2斤？80斤。你乱说什么话？你知道80斤是多少豆腐吗？去，不买就走远些。这是100文，你给我送到车上，剩下60文我再付你。姑娘别生气，我这就给您称。豆腐是直接要1板，还是切成块呢？给我切成块，不过不是你这样大块的1板，横10刀竖10刀，切成这样的小块。你这豆腐板也先借我用用，下次进城我再还你。这豆腐怎么切都好说，只是这豆腐板，我们豆腐房一共就这10几个，每天都要用。哼，我看你是怕我不还回来了吧？本姑娘一次买这么多豆腐，还贪你几个豆腐板不成？借不借用一句话，不借的话，豆腐我也不买了。我还不信全城就你一家卖豆腐的。你等等，我问老板一声成不成？这不是上次买酥豆腐的小姑娘吗？还以为她回家去定会挨骂，没想到这才多久，竟然又来买豆腐。80斤豆腐我也不讲价，就让你们把豆腐板借我用几天，成不成一句话？嘿嘿，怎么不成呢？不过姑娘你也看到我这豆腐铺小，这个豆腐板本身就少，这借几天确实有些难办，不如我让伙计帮你把豆腐送到你家去，他再把豆腐板带回来，你看成不？也行，不过我家远着呢，这路费你得自备。还挺沉的，姑娘一下子买这么多豆腐，是办年货吗？不是办年货，我是要做吃食，然后再拿到城里来卖的。那到时候你要怎么搬到城里？家中有大人一起吗？对呀，到时候自己怎么搬进城呢？我不回村了，给我背到李婶家去。柳风细详细跟李婶说明来意，李婶听后为风细订到这么多订单而高兴，欲言又止的也没多问。